自信即性，知心妄动，无前境界，修远离法，远离世间，远离困恼，相信三宝。我们住在普寿寺里头，远离外边的尘俗刻眼的烦恼，那些个知道我自己的心呐妄动，实际上前境界都是虚幻不实的，一切有为法，入梦幻泡影啊！一是这个懂得还没证得啊，因为你这善心呢是懂得这种道理了，远离世间，自己相信自己的性，相信自己的真如法，知道这是自己的心的妄动妄念，没前境界。现在境界相都是虚假不实的。你看破红尘去出家呀，这个含义了。在这个看破红尘呢，很不容易，就这一关很不好过。是不是过了这一关就成了呢？不见得，霸道还俗的很多。尤其是现在在我们这个末法时代，这个末法呢，缘不盛，三宝的缘不大太殊胜，正法三宝缘殊胜，闻法就正道，末法三宝缘不殊胜，因为我们内心的力量不够，内心的力量不够是感的力量没有。说应三宝的加持的力量应，你感的没有那么力量，应的力量也就薄弱了。实际上三宝是你自信的真如的离体上的显现，相信自己的体性了，知道自己的念头不对了，自心妄动啊，贪做什么嘛都是假的空的没有。像我们出家的，起码你的家庭你看着看破了，因为家庭没幸福，就是痛苦，你才不在家庭里，不在家里头了，要出家。所以说发心是不错的，但出家一低头一到生门里头一住，业障又发现了，哎呀，也不过入世吧，更苦恼。你看再回去吧，那回去了更苦恼，就没办法，就这么。如果能够有个清净的环境，有个助缘，三宝助缘呢，住在寺里大众生的加持力呀，靠自力是不行的，没有这个力量啊。大众生加持力，在家懂得了念阿弥陀佛，让阿弥陀佛的加持力脱离这个世界生那个世界，那就助缘好啊。但是能够相信自己，知道自己心是妄动的，境界相是虚假的，对境界相不贪了，就是不执着了，执着修远离法。说你发心出家那个就叫远离法，就这个都很不容易了。知道真如本具足的，我们出家之后才知道，我们还有个真正不失的真心，清净无为的本觉体。这个本觉体是无一切相的，什么虚妄不实的相都没有，什么男的女的老的少的，什么富贵啊荣华呀，全是假的，花开花谢，假的，认识了，认识了就不为他所害了。这真正的乘实际理解，而知道一切前面的境界相都没有。修行很不容易啊，
有信心的菩萨，实信的位的菩萨啊，有信心的菩萨，他知道这个真如，我们那个妙境啊，真心，妙明真心是本有的。说这一切假象是妄是本空的，没有的。实信修到实信满心了，实回向心的回向向上，登了发心座，这才重新发菩提心。在这个发菩提心，只是妄是本空的，一切妄都是假的。知道真如真心是本有的，不是外来的。修空观，有空观的智慧，认识一切法，诸法皆空。三法对着那法而言的，那法不存在了，三法也没有了，这就连带着去法执。那这十诸位的菩萨，他知道妄是本空的，知道真是本有的。他那修行呢，就修空观，他的智慧修空观智，就观一切法空。法空不但外头境界空，连自己的心寂静无为，心境双亡，这叫心空境寂两俱空，就这样。但是他这是只是解啊，明白啊，没证得呢。这往前进了，实行的菩萨，那么实住的菩萨修空观，实行的菩萨呢，他修的是假观。假观呢，就是修远离法，我惹不起你，我躲得起，躲你。现在我们对家庭、对社会，我惹不起啊，我们躲他呀，不沾眼，知道这是假的，也不会受骗了，也不会上当了。这以假观修假理法，这三轮体空，都是空的。随顺真如，实性菩萨，但是他没有证得哟，相似知没证得。不，我知，人我知的我知，法知开始破。感到实回向的菩萨，他是以中观智，空假宗三观啊，空假宗三观，中观把前头的十诸位、十行位的所修的观，空观、假观双融了，就是不作二变，独显中道。这样修行实回向菩萨是逐渐的到登了地了，见了真如了，只见一份。他这时候是真正证得了入实知，实实在在知，心境皆空，心妄境寂两俱空，这是正知的，不是学知的。虽然正知了，但是习气没断，还有习气呢，习气还没断。这个习气叫什么呢？叫微细的心和境，心境。地藏菩萨呀，是真正的见到了，这才真正起修，这才叫修香。真正起修是乘着法性的本体来修的，说修都是真的，乘真而起的，乘真而修的。本来没有心，也没有境，这一切妄心顿歇，歇即菩提。所取的无相，他就不取了，取什么？根本就无相，没有。这境界
能念的是心，心本不生，因境有，境要没有了，心也就不生了，说叫不念，不取不念。但是这个都从他实现信三宝的功德，信一切世间的虚幻的，入梦幻泡影的，由实现到实地啊，这是50位啊，50位。要经过好长时间，三阿僧祇劫，3期，这就是真如寻无明的因缘了。到了实地菩萨，因缘果满。到这个时候，无明再灭，以无明灭故，心无有起；以无起故，境界也灭了，因和缘都没有了，心缘俱灭了，心相皆尽了，明得涅槃，成自然业。无明灭，业是转识的20的心呐，无有生起了，再不起了。业转不起，现实的境界，现象、知相、性、虚相，3细相灭了，六出相也没有了。因缘果满，所谓无明灭故，那个不相应心也跟着灭了。不相应心灭了，缘境的没有，境界根本没有，就境界也灭了，相应心灭，所以叫因缘俱灭，粗细心相皆尽了。这是一大段。妄心熏习，再重新做解释啊，解释这个妄的啊。先是真如熏习，真如熏习，无明熏习，但无明起的这些妄心呢，这些妄心也互相熏习，也有2种意思。哪2种呢？一个是分别事实的熏习，这是2乘凡夫所具备分别事实，厌生死苦，随着力所能及的渐渐的向无上道，这是第一种熏习，分别事实的熏习，随你力量，就是修行的力量，觉悟的力量，渐渐的啊，不是顿的啊，渐渐的趋向了无上道，想成佛。2者呢是意熏习，这意熏习就是指菩萨说的了，发心勇猛，速趋涅槃。这个就比前头那个细，就是熏习它那个一根，把那个前5意识，就是分别事啊、显理那个事智，来对那个熏习那个志相相续相。志相相续相是菩萨的意识，前头那3细相是80，菩萨依这个5意识转成智慧，发心勇猛的求无上道，直趋涅槃，不经效果，因此才说术。他在2乘比那个通教位的菩萨，他不去求那个效果不正。所以在你发愿的时候，你做任何事儿或者拜忏了、礼佛完了、回向的时候，也不为离苦得乐，也不为2乘菩萨的诸位菩萨，专门为了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发菩提心，就是直取大乘，求无上道的。
不经效果，直取涅槃，就快。就是速期涅槃的意思啊，速证不生不死。这是言法的熏习，到此为止了。以下呢，下一段呢，真如熏习，净法的熏习也有两种。哪两种呢？自体相熏习，体相熏习就是运用熏习，说我们自体相啊，从无始以来，无始世以来，本具的是无漏法，无漏法，那个法性的本体，法就是性体，性体本来是无漏的，他自己备有的一个不思议业，就是用。专讲用大的，体相不讲，专讲用大，不思议业就是做，拿这个作为境界的体，以这两种意思啊，就互相熏习，体相跟用互相熏习，恒常熏习，越熏习越产生力量。这个力量就是在众生心中能够让众生厌生死苦，乐求涅槃，使众生明了了我自己具足真如法，发心修行，发心修行。因为我以前常讲过的，那现在啊，我们把这个华严经的实信心呢，我在这个再跟大家说一下，这个就是自体相熏习的含义，就是发心了。发什么心了呢？发了菩提心了。发了菩提心了，就是熏习10种信心，入了佛的法门了啊，皈依佛了，皈依法了，皈依僧了。我们要懂得了，要跟着佛法修行，就发这个信心，这信心呢，跟真如合，真如就是本体的理，跟理合，相信这个理，有了信心了，从来不再变了，确信不疑的。为什么再重复说说呢？因为我们的信心不具足啊，还在那打一些妄想啊，因为假使你这个信心坚定的话，再不打妄想，确切不疑的，能够消灭一切妄想。我经常说我们没得信心，我们现在都没得信心，这个大家很可能不理解的。哎呀，我现在都落法出家了，修行好多年了，还没得信心。那是因为你不理解啊，不知信心是很含义呀。相信你这个心，跟佛无二无别的这个信心，那本具的智慧，但是得不疑，确切不疑。咱们是这样子吗？今天信了，明天要打折扣了，没什么，佛菩萨没夹死我了，或者害病了也想到了，还在六亲眷属的干扰了，环境不顺心了，生活条件不好了，你那信心都退了。必须得能够确信不疑，灭一切妄想，初信，刚有信心。《金刚经》里头讲，说我们
信心10个位啊，然后从这个信心才能进入念心。这个念心不是念一句阿弥陀佛啊，不是念念三宝。不管这个信心经过好多劫，经过好长的时间，舍这个身换那个身，舍那个身又换那个身。你现前一念，哪一念呢？就是前头你这个心与理合和那个心，相信那个真如，相信那个真心，确切不疑的，要疑了就不行了。完了这个时候才能进入念心。不管经无数劫，舍身处身，这一念呢，决定信的这个信的一念，不疑不忘，是进入第2位的信心。信心的第2位。第3个精进心。什么叫精进呢？不杂，专心一意，就是信三宝的心呢，不杂，任何干扰不到的。精进向前进，趋向真如，趋向你那个本具尊的心体，这叫精进心，这第3个信心。我说这个大家都可以考虑啊，你有没有？你信心信到什么位置上？有没有这个信心？第一个，灭一切妄想。第一个信心都具不到啊！当你妄想一起，我是信三宝的，其他的妄想不要打了，从此断绝，这才行。而完了心里头不杂，专心一念。大乘起信论最后是劝你念佛呀，在这个世界修难得很，升到极乐世界容易了，只要升到那儿，一生就成就了。那在后边咱会讲得到的了。精进心不杂，一心念佛，佛就是你的本觉的智慧啊，本觉的智慧。经常念阿弥陀佛，就是念你的本觉心呢，就念你自己的。阿弥陀佛就是你自己，你自己就是阿弥陀佛。这样的精进不退，不管他换个什么身，这个心念呢，永远不退。咱看有些个道友，今生现在看他能在佛教发挥很大作用，这他好多劫了，不是今天了，不是现生的事情，在人家因为不可能的事儿，他就能把它发生发展，就是这个意思了。第4个信心是慧心所，慧心，心存行勤，心里存疑，没有杂念，修行起来精进不舍的，智慧自然升起。所以那个嗡阿拉巴扎那滴滴滴，那个咒就是这个含义。文殊菩萨心咒啊，生智慧的，秘密加持，就念嗡阿拉巴扎那滴滴滴，这是慧心，智慧自然升起了，这叫慧心。第5是定心，第5个心是定心，因他事物的纷杂的嘈杂的不得了。你自己心呐，定定的，心体湛然，这才有智慧啊！慧是照，总照着自己的心。
这个慧里就含着定啊，就含着定。定呢，就含着智慧啊。有了定力了，任它怎么样吵杂，怎么样纷乱，心体暂然，那个心呐，静，永远是清净的，就像水似的，不管你风浪再大，大风小风，一切都不动，这定心，由定而发光，定而发光，这个光就是发明，发明。这个光一发明，不退了，不退了。这第六个信心就不退心。进修的时候绝不懈怠，特别在你病苦，在你烦恼时候，千万不要生退惰心，向前进，冲破，这才叫不对，不退。这叫深入自性。深入之性，这叫不退心。护法心第七个，进取的功夫纯熟了，进取功纯熟了，保持不失，保持不失，与十方诸佛气氛相接，护法心。这是内护啊，护法心。这个升起啊，护是一切法，使法常住，利益众生。遇到任何挫折，绝不退动。这护法心。第八，回向心。回向呢，保持你修的道力，跟佛的光明相接，交割。回向心就是讲字回向佛。那么吃饭呐，念什么呢？就是经常的，我们经常念嗡啊吽，嗡啊吽就是把我们的身口意跟佛的身口意、诸佛的身口意相合，相合就是你的身口意光相光明智慧德相。跟佛的就得相接，保持一个道理，就是回自己向诸佛，把自己的身口意跟诸佛的身口意相交接、相交割。第九个是戒心，戒心，难住境界，心光常怡，难住境界。第十，愿心。遍游十方，化导十方一切众生，随其所愿，悉得满足，名曰愿心，满一切众生愿。这叫十种信心呢，十信满心了，才进入初住啊。这10种信心，咱们学习起来就很不容易了。不要说大话，大话没用，要做实事，就是好好老老实实修行。特别我们那个打坐的、修禅的，顿悟成佛，咱们看看，他有这10种心没有？他怎么成佛呀？那不是空话呀！修这10种信线，也一大个生期节，那么容易呀！顿超直入，立正菩提，这是说话呀！你达到一个信心、信息不疑都不容易了，是不是？要有生命的能耐，要失掉生命。你的信三宝心还有没有了？我们建国初期，那好多的师傅考验一下吧。
信三宝，护持三宝，那护持老命啊，叫我做什么我做什么，还说霸道，叫他杀人放火他都去干呢，这算有信心的吗？这不是咱们在世界上说话吹牛啊，说大话谁都会说啊，他有接地气的，要通过事实啊，不是说空话啊，说空话都会说。等你今如熏习的业，讲讲吧，你熏习的如何呀？自体相熏习，从无始以来具足无漏法，都具备了不思议业。不思议业就是纵用，自体相相熏习，还有用熏习，用熏习就是体相用，无一而非真如心，都是真心。就是体相先熏习，讲用大的熏习，这个时候体相准，有这么两种道理。恒常熏习，熏习的有力了。这是说我们众生啊，说我们众生，你自己的体相，你本具足的本觉的体，本觉的相，恒常熏习啊。虽然你在演了，但是你的体相经常的熏习。咱们如果没得体相，咱发不起厌离生死心呐，不会出家的。你能够出家，就是你自己的本具的那个体相的熏习力。你再看着这个出家的好，厌离世间，你发心出家，这个发出这就智啊，就智。因为你自闭对境，你关着外边的境界，外面境你厌离，不喜欢这种境界，你再入三宝，就这个含义了。是你厌着生死的痛苦，厌烦世间相，想求涅槃，想求清净，想求不生死法。咱们讲这个实信，刚才讲的实信，就自己相信自己有真如的性。为什么讲信自己啊？有信心没有？有。能相信你成佛不？我们好多道友，哎呀，那我们距离成佛哪敢呢？不要这样说，也不要这样想。你自己就是佛，你本具的嘛，这叫体相熏习。因为有这个体相的熏习了，才使你厌离生死苦。但是用你还没有啊，用单讲来求涅槃，相信自己有真如法，发心修行。马明菩萨设这么个，那就有人问了，他自己假设的问答，要是像你这样讲，要入世意，一切众生悉有真如，等觉熏习，那为什么还有不信的呀？有信的有不信的呀？为什么发心次数不同伦呢？有先发心的，有后发心的，发完了心了他退回去了，这什么道理？为什么有的发了心了就勇猛的精进修行，他自己相信自己真如法了，自己本具的了，心修方便，等入涅槃。心修方便呢，是修的法，修的方便法，应该呀，同时的都成佛。心修方便，等入涅槃，的目的在这个等字上。要像你这样讲，一切众生既然具有，都应能信，信完了之后都应当一时成佛。
为什么还有信的，还有不信的，还有成佛早的，成佛难的啊？人家往上升，他往下堕。咱不说远的，咱们现在有200-300人，咱们这200-300人中间呢，差别很大。这里也有圣人，那也有凡夫。也许他心在净法门中想的是眼法，都有。问号是这样的，应该都成佛，应该都同等，都最初有真如佛性嘛，那不一样的吗？真如答这个问题，真如本一呀，是不错的了，是一个。但是有无量无边的功德，无量无边的无名。真如本具的无量性功德，那是性功德，是本具的，没有作用的，不起作用，它发不出妙用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有无量无边的无明把它遮盖住了。从本以来，迷有深厚，入道有找词，有厚的有薄的，不一样的了。还有的无上的无边的恒河沙的那么多烦恼，依着无明而起的差别啊，见耐厌恶烦恼，这个差别你问这个是因着无明起的啦。这一切烦恼是依着无明所起的，无明起的时候前后无量差别，唯佛与佛才能知道，唯如来能知故了，这唯有佛才能清楚了。有诸佛法有因有缘呢，因缘具足了才能成办呢。净法的佛法，他得遇着三宝的缘呢，还得他自己的发心呢。他又发心，又遇着三宝的缘，要遇缘的时候，遇着找啊，遇着难呢。有什么他要想来出家，和障碍多得很，或者师父不收啊，或者大庙不收，小庙不留啊。他虽然发了心了，人家不接受他呀，那缘不具足啊。那为什么呢？因地不真，果招于去啊，发心不真，人见他无缘，无缘就不收了，不是那么容易。一切诸法都有因有缘呢，他的因缘具足了，才能成就啊。光有因了，没有缘不成。或者有外缘了，他自己又不发心了。当初要切要出家的时候，缘不具足，等缘有了，人家想收他了，他又不干了，就是错综复杂的，不是因不具啦，就是缘不成了，办不成事。像木中虽然有火象，那火是正因，要人不知道木中有火象，还得加方便吗？还得加摩擦吗？木头自己不能烧木头啊，因为这样缘故，光有因没缘也不能成办，有缘了你不发心了也不能成办。我们为什么要是找善知识？要求缘胜嘛，缘胜嘛。那你缺缘了，没人指点你，自具的这个佛性，自具的真如发挥不出来呀，作用没有啊，那缺缘呢，也智慧火花生不出来，没有智慧火，没有智慧火，怎能把五蕴的这些个烦恼障给它烧灭啊？烧不掉的了。但是我们这个佛法僧三宝，我们这个庙就具足了，这外缘力有了，他的内里头的净法熏习力量又没有，他没有厌生死心，没有求涅槃的心。虽然外缘有力，他没得内因，也不成熟了。必须得有因缘具足肉，所谓自由熏习力，
又加诸佛菩萨等慈悲的愿护，才能有起生厌苦之心，相信有不生不死的涅槃。对着生灭法说，对着生死法，这样子开始修习善根。等他善根修行成熟了，遇到诸佛菩萨的示教利喜，这得升到正法呀。咱们没有升到正法的缘，相法也过去了，升到末法。末法就是缘不具足，因不深厚，知不到诸佛给你教诲，使你生大欢喜心。没有这个了，你进去去向菩提的道啊，去向涅槃道，非常的难呢。人说难如上青天。哎呀，咱们随便的拜拜佛修行，上天容易得很，升天道容易得很，是在六道轮回转嘛。不过那个好一点嘛。假使让你升天去，你愿意跟愿意不愿意，拿那成佛来挑，拿极乐世界跟升天调换一下，你干不干吧？我看我懂得佛法的谁都不愿意学。用熏习者，即是众生外缘之力呀。这个就讲用了，那是体熏习。用的熏习呀，必须得讲外缘的力，没有外缘的力是不成的，没有外缘的力不成的。因生而无缘，缘生而无因都不成。说这个外缘呢，讲个外缘，外缘的力量还多得很呢，有无量义。一个差别缘，一个平等缘，这讲起来有很多的啊。今天我们就讲这里吧。入世外缘有无量义，料说二种。云何为二？一者差别缘，二者平等缘。我们前头讲这个净法熏习呀，在净法熏习当中，体相的熏习讲完了，现在讲用的熏习，用熏习者。用啊的熏习呢，这个用是谁呢？谁的用呢？本来是自体相用，从本体上来讲，用是自己的用，但是这个用熏习呢，是指诸佛菩萨说法立生当中的大用。这个用是指诸佛菩萨利益众生的用。那对众生说呢，在你修行的当中，那诸佛菩萨给你做增上缘呢，增上缘。缘就是用的意思。但是这个外缘呢，意义很多，意义很多。能把它总说起来吧？有两种，一种是差别，一种是平等，就两种。凡是咱们所能见到的，一时所能见到的，无量的很多的差别缘。诸佛菩萨他是对众生说法的时候，这是平等的了，他是平等的了。但是由于我们众生的因不平等，说缘也就不平等了。在我们修行当中的，那你所感的，能感的是咱们这个信心，信三宝，求三宝加倍。那么咱们能感的，应呢就是诸佛菩萨。这个感和应都是差别的，说这叫差别。
那么有的时候像诸佛菩萨平等的，说个意思吧，举个例子吧，说你读阿弥陀经，说他读阿弥陀经，这看来是平等，实际上你怎么读他怎么读，你读的方式方法，这个心里的难境，需求的心要心强猛烈，那感觉着阿弥陀佛对你就应了。如果你懈懈怠怠散散漫漫的不那么经过，应的就差一点，你感的力量没有，应的就差。那这个一个能感者跟所应者不一样了，一个是懈怠散漫也念佛，念的不够专一，一个是念佛的很专一，那专一的他得到的应就不同，懈懈怠怠得的应又不同，三昧力没差别，但是由于你所做的有差别，那就叫不平等。平等跟不平等的应当这样来理解。而文里头所说的呢，说在这个你所明理上明的浅，用功上精进力不够，那就有差别了。你因不同，所以感到外边的缘就有差别了，因有差别，不是诸佛菩萨应的一样的，但是你因有差别了，缘也就有差别了，不一样了。而有的他念佛能见佛，有的念佛的时候见不到，是吧？这就是差别缘的，是指着是要人来说的，有这些个，有这些不同。所以以下就分别解释了讲理解。差别缘者，此人已与诸佛菩萨等重出发意，实修道时，乃至得佛，于中要见要念。那么简单说吧，说像我们发了心了吗？入了佛门学道的时候，但你这个发心这是因，学道时候在这因上你所做的事儿，有的见佛的速度快一点，有的见佛慢一点，乃至你成到佛国有的什么你精进不够，那就慢了。精进不够吗？应的也不够吗？因因所对之缘，是你因不够，缘也就不够。那就好像这个缘，或者说对比要厚一点，对此要薄一点。人家比是精进你此时懈怠是这缘不具，因不具，那缘也就不具足。那么我们初发心的人，求感应，要依靠诸佛菩萨加持，那诸佛菩萨的用，就是你所感的所依的。咱们是感应道教吗？难思议吗？是不可思议的。这能才成就大用。我们用于它，能够出凡夫地，断烦恼，逐渐的证得菩提果。就是指着上声闻缘觉菩萨这三层人，从他出发意的时候起，要求菩提道果，在因的时候，有的见到佛，有的见不到。
这就是叫差别了，这差别。因为你因不具足，因地不真，果照于取。说因不通过，所感的外边的缘呢，助缘呢也就不同了。他以诸佛菩萨从出发修道哪儿得佛，要见要念，要见要念是指着能见能念，这个就叫能感的因。诸佛菩萨呢，就我们所见所念，那叫所感的缘，这叫因缘，这因缘。因缘不同，这叫差别缘，差别。有的众生他从这个木雕的呀、泥巴塑的呀、金人铜铁所铸的呀，这些个佛像，他去行礼拜，行礼拜，得到呢，这是个加持力，或者示现，除了这个木雕、泥塑、纸塑的外，另外能示现诸佛菩萨的妙相，观音菩萨示现了，或者地藏菩萨示现了，阿弥陀佛示现了，得示现的这种，这叫很明显的，你看到了这种加持力。那么有的他念了几十年并没现呢，没见到，虽然没见到，赶到临命终时候他走的又非常好。比如说我们朝五台山的人啊，文殊菩萨大愿嘛，朝五台有很多人呐，能见到文殊菩萨示现的智慧灯，或者一个灯光明灯、两个灯、三个灯、四个灯、五个灯，有的见很多，有的他什也没见到，是不是见到了就成就了呢？没见到了就堕落了呢？完全不是这个意思。这得看你感的时候，看你这个因呐如何。你看那个历史上朝五台山的这个历史过去，可从汉唐一直到宋明吧，朝五台山的那境界像很多的，也很好的，那么有时在家人见，并不是出家人，有的出家人没见到，在人见到了，他有妻子儿女啊，他在社会上心里还很复杂的，为什么他能见，然后出家人又没见到？拿这个来论定他修行吗？不可以的，这是不可以的。能见能念，就是说能念佛的人，能见佛的人，或者他是求了，他也没见，他念呢还是也是很至诚的。这里头差别非常大，差别非常大。我们经常的一天在这佛化身吧，这个像也是佛的化身呢，也是佛的化身呢。佛化现的、纸画的、木雕的、铜铸的都一样的，这就是佛的化身。你要这样认识，这就是佛的化身。咱们见观音像，观音菩萨化身；见地藏像，地藏菩萨化身。你在这个修礼拜，那是对佛念经的时候，他有一种名家的，名家是你见不到的，有种显家的。你说这一见一拜下去，就见着佛放光了，像放光了。那么一定因为这个能够得到放光加持的利人更大一点，说没有的，好像我们修行不够，这个不能这样来判断。这样的判断呢，是不正确的。无论名家显家，都是在你因上需要诸佛菩萨这样加持，
咱们是没有智慧的，诸佛菩萨是应该如何来加持你，而诸佛菩萨现象加持你，并不是说你得到加持比那个没有见相没有见光明的好像次等，不一定这样看法的。因此啊，这叫差别，这叫差别。有的是妙相，有的没是妙相。这个是讲见或念，或者念佛的名字。念佛的名字呢，知道佛是万德成就的。念佛的名字呢，就念佛的，也是念佛的功德，念佛的相好。但是要你见，要你念，一样的，平等的，那是平等缘，这是差别缘，差别缘。说我们念阿弥陀佛，我们敬拜释迦牟尼佛了，没拜阿弥陀佛，那么阿弥陀佛跟释迦牟尼佛是平等的，法身同故。没有释迦牟尼佛给你启示，你不知道阿弥陀佛。你要这样观，阿弥陀佛就是释迦牟尼，释迦牟尼佛就是阿弥陀佛，我自己就是释迦牟尼佛，我自己就是阿弥陀佛，法身同过，自己诸佛都不二的。这个是讲因果不二。修道的人，有的他从有方面入手，这个有是妙有；有的从空的方面入手，这个空是真空的，但是他所念的是法身，是自性的法身。你要理解这个意，字跟他是相通的，相通的。所以我们从有方面入手，念阿弥陀佛，拜阿弥陀佛，这个有不是真有，不是实在的有，是妙有。妙有呢，非有，能够达到真空，进入真空，是从有门入手的。我们从空门入手，像我们这个现在从空门入手的参禅呢，念自性的法身呢，参我自己的本来面目啊，像我们从学《金刚经》的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，也是从空中修啊。那这种是空入手的，这个空是不空，不空。不空呢，就是它就是不空而显现着妙有，妙有而显现真空。那不空是什么呢？本来面目，性德。这是悟得了，进入了十法界的无相的法身。所以我们观无相，经常呢从显教啊，说学教义的人呢，他也从无相入手，知道一切诸法没有实际体性的，体性就是诸法的法性，法性是无相的。知道观我们这个现在所存在这个幼身是假的，如梦幻泡影，它是无相的。这也是从空门入手。那么我们念阿弥陀佛，叫空有合的。我们念的是有相的，观想阿弥陀佛的相，观想西方极乐世界，全是有相的，叫做有相。有相的而能从有相达到无相。有相这个相不是真实的，因此它不是真实的。真实的是什么呢？真实的法界身，法界身。应该拿到只从这个无相入手的，这就从真空入手。说诸佛菩萨给一切修行者做缘的时候，是不同的
不同的在什么地方呢？有的他从有上入少，有的他要从空门入少，就是参禅的啦，或者修般若智慧的人啦，这些个缘，这些个因不同，那诸佛佛子所示现的报化身已不同。佛的化身，咱们只是注重在印度降生的释迦牟尼佛是佛的化身。你要观想现在这些像都是佛的化身，释迦牟尼像是释迦牟尼化身，阿弥陀佛的像阿弥陀佛的化身。像咱们画那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是那个样子吗？不是的啦，那是化身呐。你要这样来认识差别缘，缘只能促成你修行先从你的心，从你的因，你因如何，缘的应的就如何，缘的成就如何。你念报化身的时候不能作为实有啊，你所念的是妙有。念真空的时候说我念的是法身，念的是法身。真空不空，不空才显现着诸佛菩萨报化诸身。这叫差别缘的解释。或者是诸佛现身给你作为眷属，或者作为六亲眷属，或者做你的父母，或者做你的这个子女，或者给你当基使，或者当你知心的朋友，或者是你冤家对头，或者用施舍法，施舍法。施舍法会你做同事的呀，或者做你的亲友啊，同事舍呀，实现同事的，或者做你的六亲眷属啊，或者你有什么困难来资助你啊，做你的朋友啊，这样来促成你成就佛道。这个因缘很多了，这个因缘了。回你啊，你听着跟你净说你耐听的话呀，耐语舌嘛，说好听的，说你高兴的，让你见令入佛道。其实这个缘呢，乃至一切所作无量行缘，把钱都总舍起来吧。你所做的无量的事，他都来帮助你做成。这是缘，就看你因如何，因如何。那诸佛菩萨呢，以大悲熏习之力，大悲熏习之力，能令众生增长善根，要见要闻得利益故。这差别缘呢，诸菩萨对众生用他大悲的愿力，这个大悲的愿力是包括智慧的，包括智慧的。悲无智是不能利益众生的，大悲心必须都有般若智慧。所以诸佛菩萨在资助给众生做缘的时候，也有很明显的加持，也好冥冥中中慢慢的使你信心增长，所以道业成就。有显家，有明家。显是看得着的，摸得见的；明家是见不到的，摸不到的。能令众生增长善根。总的目的是诸佛菩萨对众生是要你增长善根，成就佛国。无论念也好，见也好，闻也好，
都让你得到利益，这就是祝福所谓用。这解释这个差别啊，这个缘有2种铸成的，哪2种呢？一个是近缘，很快就得度了，很快就成就了；另一个是呢远的因缘，久远才得度，是持数不同伦呐。因为这个众生的因呐，缘必须得说因呐，没因缘是只能铸成啊，不能包变代替啊，因是主要的。那你是什么样根基？你所感的是什么？那缘呢就铸成，能很快的一度就得成就了，这叫近因缘，根已经成熟了。那这善根利也不具足，那慢慢熏习吧，就这样熏习修吧，那久远的才能得度，那就远缘，远的因缘。就像我们在这个大家共同学习，似乎是一样的哈，一个班的同学的，一个班同学，因为我们这个班50个人，他总要考第1的吧，总要考50个吧，不能全50个都是第一，也不能全50个都是落后，参差不齐，因的参差不齐，缘的参差不齐，而后的发展如何，那又不一样了。我们经常看社会上的一般的同学的50个人，往往也在社会上能够以到自负自贵的事业等成就的，还并不是考第1的。可以观察过去的同学吧，大多数在学校时候他很不用功，很调皮捣蛋，不是个好学生。到社会上他完全变了，是被开除那个学生，他能创一番事业。人家考第1那个老学究啊，到社会没用处了，一生就这样了。这个就是什么呢？持数不同伦。那诸佛的事业上的缘处成的，那也是缘呢，就是不信佛的，他入社会去，他得有因缘呢，他的因如何，我创番事业，他得遇着那个缘呢，没有那个缘不行啊。同样是拼斗啊，同样一个行业啊，事实上就不一样了。比如说我有一个弟子，他在这个深圳做鞋的，他是老大，他的2弟跟他在隔壁，也是到深圳来到广州翻译，工厂一样的，所有造鞋的技术是一样的。他们在台湾的时候嘛，那兄弟俩在一块儿，到了大陆上了，分开了，各开各的工厂了。在以前呢，工作呢都一样的，但是福报跟做的方式方法不一样了。那一个呢后头就关门了，做不起了；一个呢就发展的很大很大的，缘不同，外缘不同，因地也不同。一个很信三宝，一个很谤毁三宝，这不是信佛就好啊，不是这个意思了。反正信佛总有加持力，很布施的，肯舍的能得，不肯舍的什么也得不到。舍得嘛，舍了才得嘛，你不舍你得什么？这就是世间法上的论，出世间法也如是啊。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觉啊。因缘有近有远，
修行的时候有精进，有懈怠。例如说，你在普寿寺的因缘，给你带外边别的小庙上因缘，或者到上海上，这个庙的名字咱不说了，也是比丘尼寺院，他想做佛事啊。那他要成佛的时候，要说离世的话，那就远了。那普陀寺嘛，他什么外缘都没有。这是一种，说人都要想活长寿，寿命活多一点，活多一点干什么？修道吗？修道嘛，多给你点时间修吗？那好一点。咱们可以这样来看一个人，他要想长寿，他不做长寿的事儿。我在台北跟我们很多的道友，就是他归于我的弟子吧，我讲，我说你想活长寿一点，我说你一天做的事儿全是不长寿，是吧？一天上8个钟头班，本来就很累的了，下了班你该休息休息，恢复疲劳吧。下了班是自己时间啦，到酒馆茶室舞厅一闹到11、12点，一天1、2点钟，这回来睡那么一点觉，第二天又工作，这能长寿吗？你消耗量太大了，一边想长寿，一边又去消耗，那怎么能长寿呢？像我们在普陀寺里头，这是长寿的，有啥外缘不沾。虽然一天上几堂课干什么，这个有限的了，体力消耗不大了。所以呀，这叫南辕北辙。因此呢，这个因缘的远和近缘只能帮助你不能代替你诸佛菩萨加持力，那得你自己发心还能你得求他呀。有人问我这样问我，他说要是念经了、拜佛了、进佛寺了，都要是供香供花，佛也受小恩小惠说佛菩萨也得给他点好的，不然他不加持你。我说是这样解释吗？他说咋不这样？我们到庙里都得拿香还跟我说你得买点贡品你不买点贡品，佛菩萨不加持你了。我说谁跟你说的？我跟你说过这个话吗？他说你是没说过，是这样子的。我看没进庙不拿香的，很少。那他要这样理解，咱们是表示咱们的恭敬心。要他这个说，佛菩萨都贪污了，都受贿了，那可麻烦了。有这个事儿吗？没有这个事儿，这是表示我们自己的诚恳，要表达心地嘛，用这个来表示一下，说这个就是因。那佛菩萨加持力是缘，但是这个因和缘这个是真上的因缘，但是这还是你自己自立的，但是你也在利他，你把你所做的、所修的回向给一些众生，这不是利他吗？还有我们不论你学哪一门的法，你得用你的自己智慧，说让你思维，你脑子里多思维，不要人云亦云的，不要随着人家说。换句话说，不要人家牵着你的鼻子走，你自己走就好了。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？是当你修行的时候，你自己脑子多用点思考，
思考就是观呢，你要观呢，你没有惯力加持是不行的。他修那一法是他的因，外边有这个缘来铸成它。你修是你的因，你的缘也不同，因也不同。你说不布施，咱们天天都在布施啊。你上完早殿，早殿里头就给你让你布施了，回向嘛，不是布施吗？有人跟我辩辩啊，说你们好多老修行住在山里头，寡知道自己用功，不管别人，像二乘的阿罗汉自私自利，寡自己度自己，成阿罗汉。我说谁跟你说的？我说我不是这样认识的。他说你怎么认识的？我说阿罗汉没有一个不度众生的。他说佛说的呀，阿罗汉不度众生。我佛是鼓励他们，因为他的心还不大，度众生的呀还不是那么普遍。我说哪个和尚哪个阿罗汉的在印度当和尚的，他不去乞讨啊，不去托钵乞食吗？不是像我们现在家里做呀，自己来做呀。托钵乞食，受完人家供之后，问人家所求，说你有什么愿望啊，有什么要求啊？就念经给人回向了，默默念佛给人加死了。一定要问人家什么愿。问的时候，他发心的时候，给人家回向的时候，不是度众生吗？他其实本身就是在度众生。他向人家求饮食时候，他都要跟着回向的，没有一个阿罗汉不给人家回向的。这佛的教导，那是佛鼓励他们，呵斥他们不发大心，是这样的。他就自己先成道业，成为道业就行，要这样认识的，不要跟着人家说啊，成什么不度众生啊，呵斥小乘人，然后没这个资格。听到好多的时候，哦，我不学小法，我要学大乘，你得一步一步来，你得把见思惑断了，不断见思惑的时候，就直接着，只进入佛乘的没有。不断见思惑，要断无明的没有。你学法，学大乘法，你这大乘法怎么来的？它从根基来的呀。无小怎么有大呢？没有儿童怎么有34岁的大汉呢？这是必须得经过的呀，不经过行吗？那是佛的鼓励，劝他发大心，劝他发菩提心，劝他成佛。你这种思考多明白。所以这个差别缘，缘有近有远。诸佛菩萨给你设增上缘，给你入道的道缘，都是这样的，都是这样的。因此这样的来理解这个差别的缘。总的说呢，先认识你自己的差别因。像我们发心，刚发心，完了行道，行道，一边自己修，一边给他人回向，这道果是成就的快点，这成的快点。像我们自己发心了，到了这个寺庙，这个寺庙我们发心是因，在这个寺庙里头，所有的一些安排一干啥，增长我们的道果。你发的心这个因，你这个寺庙的这个自动
行道的加持力，这都是叫外缘，铸成你道业快点。没有信位，不发信心，不经过信位，你怎么能入住？那信就是因，住就是果。在实住时候修行的因，那到实行了，实行又是果了。实行是因，到回向，那回向又是果了。实回向又变成因，到实地就是果了。实地又是因，一地一地的，到了成佛就是果了。三贤十圣的42位都入世，都入世。咱们这是讲缘呢，前头讲那个，那就是因。我们本句的体相，那就是因。那是我们本句的因。那诸佛菩萨的大用，助长我们，这个是缘，助长我们成就道果。那么发心的种种类类不同，缘也就有差别了。这叫差别缘，寡讲缘的。这个用是讲诸佛菩萨的大用，也就是体相用三大的时候，这个用。现在你就学大乘起信论呢，就有用处了。用到什么呢？用到升起信心。大乘起信呐，只要你对大乘法升起坚定不移的信心，有了信心了，你才能够入不退位，住是不退位了。那实心吗？什么上次讲过了，大家考验考验，你现在去住哪几心？拿那个实心来测验我们自己，对照我们自己，我算不算有一个信心的菩萨？不要往更高深的想，先把我们的信位确定了，是不是信位的菩萨？没有，那就多念佛也好啊，诵经也好啊，拜忏也好啊，就这么修习，那么就得到这个诸佛用于加持你的大用。这第一种缘，差别缘。以下呢就讲平等缘。一切诸佛呀、菩萨，皆愿度脱一切众生，愿一切众生都成佛。自言熏习，恒常不舍。为什么？同体之理故。从体上来说，是同体的，体相是同的，成就的不同，用也不同。那诸佛菩萨给一切众生做缘的时候，资助一切众生，那么随众生的他的见闻觉知，随他的作业，给他做增上缘，做增上缘。这个平等跟那差别也是这样的意思啊。平等在于根基，在于众生，不在诸佛菩萨。诸佛菩萨对每一个众生没有差别心，没有耐憎心。咱们还有亲疏啊、远近呢，佛菩萨没有这种啊。这个平等
也是从众生的根基来显示平等的，差别也是从你因显的，平等也是从你因显的。平等不在诸佛菩萨，而且在众生的根基了。而众生于三昧，乃得平等见诸佛，平等见一诸佛。这个平等呢，就是如果众生得了三昧了，三昧就等着正定了，正定，乃得到平等见一些诸佛。那么众生呢是要因说的，诸佛呢要果说的，就是因平等过，诸佛加持众生也就平等了。这大众现前，大众是平等的了。众生于三昧修，只是修道的众生，或者实信，或者三贤，或者十圣，都入世了。你得到什么三昧？就得到见诸佛。这一切时，一切处，因何时，因何处，都有诸佛的法身。那么这个于三位所见到的，是指着报身佛说的，是指化身佛说的。要是说真如的法身，平等平等的，平等平等。咱们一般的说，只是这是诸佛菩萨化身是32相，80种好，相相啊，好好啊，都是真如，都是真如。那再退一步说，现在我们这个泥塑的、木雕的、石头做的，是不是化身呢？现在我们这个因呐，只能见着这一类化身了。印度在32相80种好那个化身，现在我们见不到。因为我们这已经到了末法时期了。所以说诸佛菩萨对众生，前头讲熏习因缘，熏习因缘，熏习有体相的熏习，有大众上熏习。那相不离体，一举体就摄着相，相在体中，那用在相中，用也入世啊。体的熏习，运的熏习，所以在众生的心中，就应当体相用的3大熏习。那这个嘛，就讲体用的熏习，是吧？这个体用熏习啊，也有2种。哪2种呢？云何为2呢？一者是味相应，味相应啊，味相应。什么叫味相应？就说了，凡夫2乘初发意的菩萨，初发意的菩萨是指信位的菩萨，或者是住上的菩萨，这叫初发意菩萨。他总能用一时来熏习，依他信仰的力，信的力大，修行的功行就高，修行的法门也高。他心力小，修行法门不得。因为什么？他没得到无分别心，他用分别心来修行的。在体上说是相容，在用上说他不能自在了，他不能自在修行。所以说一切众生在跟诸佛体用的加持力上说，体相都能相容，在这用上头就不相应了，不相应了。
那得看你发的什么心，发成的无上正等正觉心、大乘心，或者发的二乘心，或者刚从实心满心入了诸位的这种发心，或者三贤位的发心，或者登了地的菩萨再发菩提心，那完全不同了。说凡夫二乘初发意的菩萨等，这个等呢，因为初发意的菩萨啊，就包括住行相都没登地，都叫初发意菩萨。以他的意和他的意识就是一根了，或者这一识可以90、80了。以他的信仰三宝的力，由信仰力而修行的，还是用分别心去修行的。体呀是相应，没有业用，未能自在。这个用大用就包括多了，他利益众生那种神通自在没有啊，慈悲喜舍也没有，不能自在的运用，不能自在运用他的业。为了自在的修行，能与用相应的还没做不到，还不做到。他这个是实心所发的，就像咱们现在吧，信还没成根，信进念定慧啊，这无法没有成根。完了，信先根一成熟，能发出利用来。但是咱们说那实信满心呢，就是根，这根在增长，这有力量了，有力量了，这样的修行，这样一修行，但是这是一时啊，而不是一智啊，不一致啊，还没弄到一到智。登了初住的菩萨，他在发菩提心，这智心强了，但是他比较着登了地的菩萨，他还不是真的了，不是真的了。所谓的未相应者，就是他有分别心，还不能跟智相应，不能从真发起，从真发起的信也好，度立生的横门也好，他能够相似见了真理了，相似见真理不是真实见呢，所以他还不能相应。所以与诸佛的体，与诸佛的体，跟能证的字，跟他所证的真理，他两个都没得到，都没得到，所以没得到智呢，就没有一些业用，没有自在业，他修行的是勉强的是不自在的。不自在的呢，说不是他本有来的那个本具那个用，不能跟本具用来相应。自在业就是本具的体相用，那个用叫自在的。那他现在还有分别，有差别，所以不同，只是未相应。二者呢已相应，是三贤满了，证得的初地的法身大士了，他证得无分别心了，得无分别心，与诸佛的用相应了，他的用跟诸佛的用相应了，啊，正初地相应一份儿，正实地嘛，就都相应了。
以他的自己的法力自研修行，自研修行。因为他现在灭一份无明，用真如熏无明，就灭一份无明，提升一位。说登地以上的人菩萨，他亲证真如了，以真如法为他的身，这个法身为体，所以为什么叫法身大士呢？证得真如了，证得真如了，灭一份无明了，所以叫以相应。这是以相应了，以相应是正的法身。那三贤位的菩萨，他在行菩萨道，他还未相应，未相应就从他为正着法身。以下再加解释：福赐研发，研发，从无始以来熏习不断呐，乃至得佛后再有断。眼镜相知，研法之净法，那研转净，净法之研法，就把研法变成了，研法是有尽的，净法清净的，是无尽的。这个是从什么上说的？说无明他违背真理了，违背真理了，给真如做障碍，但是他没有实在的体现，但是他有终尽的时候，可以把无明断除的。一切众生发心修的时候，修行时候，或者行菩萨道啊，或者这个自己断惑呀，乃至于从初发心到成佛，把无明才究竟断。当他初发心的时候，一初发心修行的时候，他就断一切的六尘境界，跟尘相违背了，跟觉悟相合了。但是这个背六尘的时候很不容易，想跟诸佛菩萨结合，合为一体，也很不容易。那经过十信三贤十地，要时间说呀，必须得经过三大阿僧祇业，成佛之后才能断绝这个无明，这研发的根本。因为研发从无始以来就无明熏，无明熏这个变成识，不觉嘛，不觉就是无明熏真如，不觉生三系嘛，三系不停的，越熏越出，越熏越出。成佛了之后才能断无明。福赐研发从无始以来也熏习不断，乃至成佛后再有断。这两研法跟净法呀，互相熏，互相知。无明尽了，真法就显现了。因为研法有尽的时候，净法没有不尽的时候，净原来如是。所以先说研法，就是无明违背真如了，给真如做障，但是这个无明没有实在的体性啊。但是把它断尽的时候，这就把它断除了。净法熏习呢，就没有断了。净法熏习在无有断呢，尽于未来。
真如法是永远常熏习无明，这样子使你的妄心就灭了，法身就显现了，这才其中大众的熏习。大众的熏习，大众熏习呢，就是顺着体相而起的。大众使一切众生都能够成佛。大众熏习从开始众生开始觉悟了，开始觉悟了，那就度一切众生的大众，这在众上呢就不讲体相了，都在体相在众里面，尽未来际。这个就是分别详细将眼镜相熏意。夫是真如自体相者，上面所讲的是生灭心，现在讲呢生灭心，它所依处还是自体的真如相，还是一是真如的体相。一切凡夫声闻缘觉菩萨诸佛，没有增没有减，无增无减，在凡夫地跟诸佛，并不是在诸佛增了，在凡夫减少了，没有的，没有前际也没有后际，永恒入世的六凡四圣十法界的平等平等，本具的真如体，本具的真如体没有增没有减，不是在凡夫就减少了，在诸佛就增加了，也没有前际的始。咱们看那大圆满净智啊，这圆圈哪是头啊，哪是始啊，哪是终啊，没有的。没有前际始，也没有后际终，因为它没有始终，也没有生灭，永常的不变的。说十法界真如的体啊，这十法界没有增减，也没有前际生后际灭，毕竟长恒入世。因此说从本以来呀，从本以来性自满足一切功德。功德呢，在十法界的众生各个不同了，在功德。但是这是从那个事上来说，在理上说，而或者说在体上说，在性体上说，自然满足的一的功德相也都具足的，修成了还入世。说你什么也没修，堕落到凡夫，堕落到六道，堕落到地狱，也入世，性体未失。所谓自体有大智慧光明意，遍照法界意，真实实之意，自性清净心意，常乐我净意，清凉不变自在意。这有6句，一共有6句。自体有大智慧光明，大智慧光明，这个啊，就跟我们现见的眼睛见的，心里所想的，你所缘念的，那都是虚妄不实的，不是你所见的，也不是你所想象的，是什么呢？是你自己本具的那个思想，本具思想。自体大智慧光明，遍照法界，
真实之至，智性清净，常乐我净，清凉不变。这是常乐我净的四相，清凉不变的那个本体，再开个三相，这就七相。七相再加本来的原句的体相用恒沙性功德，都不能把它设成六相、三相、四相。那么前头所说的一切功德相，所说的功德相就是体为相之所依，相是一体而有的集体之相，用呢是一相而有的集相之用，自体有，自体有就是具足了这些个常乐我净的四相，清凉不变的又把它开为三相，对，再开个恒沙性功德，无量无数的。那么在这个常乐我净，在我们凡夫啊把它翻过来了，常呢是无常，乐呢对着苦，我对着无我，净对着厌恶。说我们原来这个本体呀，它在这个光明大用之上，这个大用之上呢都是什么呢？大智慧的光明，大智慧光遍照法界，能遍照理法界、事法界、理是无奈法界、事是无奈法界，没有一法不照的。所以在《华严经》上讲，一毛孔中转大法轮呢，理法界成事法界，理成于事，理成于事，每一事都是理，所以一毛孔就是一法界，乃至一个微尘也是一法界，一正大小一切事物没有不照的，是四法界。四法界常乐我净四德，体相用三大，把这合成一个，从这个一共11项，从这11项里头开出来恒沙性功德，这就无量无边了。所以遍照法界是这样一个含义，真实实之义。什么叫真实实之义？显用智慧光明照了的意思，没有颠倒错乱的，没有不照的，就在六根六尘六识18界当中，你这个大智慧光明照这个六根六尘六识，知道这是幻化入梦的，没有实有的，绝不会知道实有的。这样来理解呢，就全体的事就是一个理，没有颠倒错乱的，这叫真实实知。真实实知。常乐我净就是性德，自性的德。常乐呢就诸法，入于性德，性德无缺。
法身是真常的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三际入世，没有改变的，永远如是，德相永远如是。在你堕了地狱去，在六凡也没减少，在佛也没有增加。一般的讲常德嘛，是讲到涅槃的真乐，不生不灭。而众生堕落到受无量的苦，受无量苦，他不为所苦，不为所苦。法身的真我在六道轮转被六道众生时，他不属于法身真业，他虽然在六道之中，他也不被六道所局限。涅槃的真境呢，咱就是业转向呢，知相续啊，知取记名字啊，是这个九相。涅槃的常境不为九相而转移，所以具足入世了，过于恒河沙，不离不断不异不思议的佛法，乃至满足无有所少异，一切皆不少，一切皆不少。前头所讲的就说是称性的这些个无量的功德，这是自体具足的，记得不？要把它开阔了，前头讲的大概是6义吧，大智慧光明义、遍照法纪义、真实实质义、智性精进业、常乐我净业、清凉不变业，大概是6种。1、2、3、4、5、6，说这6种义呀，这6种义都是称性无量的，乃至发展一切义。那么自体具足这6义，要广开呢，像恒河沙子那么多，不即不离的，是集体之相。那么相由不离体，就说这个德相啊，过恒河沙数那么多的德相，而是真如离体所具足的，就是义德，真如德。无量义就是一即无量。那么给这个定个名字呢，叫如来藏，以名如来法身。如来藏，藏者含藏义，如来藏含藏的都是德，都是如来。或者说是诸佛的法身。在这个假设问答了，就问了，说上说的真如其体平等，离一切相，云何复说体有入世种种功德呢？那就不离一切相了。既然是真如的体平等的离一切相，为什么又说真如门之体没相可说，不可言说？那现在这个文中又说了这么许多的功德，无量无边的功德。这无量无边的功德是在生灭门中显现的。咱们在前边的真如门的体上，真如门没有说，而这些相是因为度众生的无量相好的功德，
功德相，这功德相相不离体的。一切众生也有这些功德相，无明障、烦恼障，被障住了，不显现了，所以他加这个问号。答曰：有问必有答了。虽实有此诸功德义，虽然有这功德的义，含义是有功德，没有差别之相的，等同以外唯一真如。为什么要这样讲呢？此义云何呢？因为没有分别，说一切相而离开分别相，无分别跟分别无二，分别即是无分别，因为无分别而见到了一个分别住所有的功德住相，这是一味法。法华经说：只此一日，只此一事实，于二哉非真。只有这么一个真如实体，相相皆是真如，法法皆真，皆是法身。法身遍一切佛嘛。要是这样子，为什么又说差别呢？夫有何意得说差别？一业也是生灭相似了，说差别都是依着业识而生起的，业识是有生灭相的。真如的理呀，虽是一，能显的事可不是一了，就能显事说有差别。这个道理又怎么显示呢？此愿何事啊？一切法本来为心呢，实无余念呢。一切法无念，是唯心，但有言说，独无实义。因为对眼所显示的一切法的法相是镜相，是对眼而说的。眼和镜这一切术法就是一个真如心。能念所念的性是空寂的，能念的我们现前一念心，所念一些诸佛，乃诸佛的依报净佛果动，唯此一心呢，也没有个能念的，也没有个所念的。因为众生心嘛，是妄心嘛，它有念嘛。这是因为不觉而起念的，说一念不觉生三系，境界为缘长六出。因为不觉了，起了这么一念，这一念又不停地见住境界相，说这个定个名字是故说无明，叫无明。说在心性不起的时候，那就是大智慧光明。要是起念了，起念了就是起见了，起念就想见，见即无见，因为有不见之相。什么不见之相呢？因为你自己的心性啊离见过，离了见了就是遍照法界义。要心又有动，动即无知，不是真实知，没有自性的。动是无自性的，这个动是没有自性的。那动是什么样子？非常非寂非乐非我非静，热闹酸变就不自在了。无明
是跟根本智慧相对的。法体没有念，念是妄心，不觉起念就有妄心了，有了妄心了，就生了业转二相。业转二相要见一些境界，境界就是现象，现象，业转现，能见的是妄心，起念的那个妄心，这是业转二相。那么要见住境界相，现象就给现境界相，这叫三系，三系都是无明，故说无明。对着这个呢，要修真空观，真空观观一切诸法是空的，真空的，把你那个妄想心呢，妄想心就要分别的那习惯的分别性、习惯性啊，让它不起，不起就把无明翻转过来了，显来你本觉的大智慧光明。要心起了妄见了，有能见必有所见，见是不骗的，你见此就不能见彼。因为见是随你的心，你的心随外边境界相转，随外边境界相转，那个境界相是有分现的，有分现的，有分现的，就是那个境界相啊，不是片性的，是局限性的，它有界限的，你见此就不能见彼。要是你心里起个见，见就有能不见的，见咱有不见的相，不见的相。当你明白了，明白了，就是从不觉当中明白了，明白这叫实觉。在你刚觉悟的时候，还没有分别的智慧，没有分别的智慧。只能够起了这个实觉字了，能够使你呀能离开这个妄见，离开这个妄见。所以在《楞严经》说：“知见立知，即无明本；知见无见，是即涅槃。”在知见上再立知，再立知，这就是无明了。直到见无所见，没有可见的，这就是涅槃。在这个时候，妄识跟真如两个是相对的了。要是动的那个，心动的那个知识，你把它因为妄知，不是真知，知此就不能知彼，能知彼。那怎么样呢？心要不动嘛，才是真如的知识。真如的知识无所不知了。无性，无性还有体没有？自性清净心呐，是一切诸法之体，是妄动呢，那自性就失掉了，没有体了，没有自性了。要不妄动呢，自性性显见了，这就叫清净的原来的体。颠倒了跟不颠倒，而众生心动了，在这个无常苦无我不净
把它当作嫉妒执着为常乐我净，这叫四倒，四种颠倒。要反过来把这个动心变成不动，不动，那漏落三界的这个色心呢就不起了。那要知道真如的性体是常的，涅槃是难乐的，真正的我自性清净的自在的，这叫常乐我净四德。那么心动了，烦恼升起了，这叫什么？叫热恼。热恼就不清凉了。那不动呢？不动就是般若，般若是清凉意，智慧是清凉意。在以上这些个转变呢，转变当中，那么有人那个心里一动，就升起了九相。九相嘛，合着为生住异灭，生老病死，就有成长有衰老。心要不动呢，真如的体性当中没有生死的，没有生死的。因为有细胞你就不自在了，有细胞因为你心动，心动了起业就受报了，受报到了越转越出，越转越出，堕落无渠道，那受苦了，这叫业习苦。心要不动就解脱了，解脱了就自在了。所以咱念心经时候，观自在菩萨他就修这观，就入世观，谁观谁自在，谁心不动啊，谁就自在了。为什么动呢？为被一切境界把你这心转了，对境生心呢。你要看破了一切境界上虚妄的，使我们这个心呢能转变外头一切境界相，心能转境即通如来。说我念阿弥陀佛好啊，念阿弥陀佛就转境啊，转境。只有一个阿弥陀佛，心中念念常续有阿弥陀佛。什么是阿弥陀佛呀？你自心所散的无量光明遍照一切，无量光无量寿无量智慧德相，就是阿弥陀呀。这是你自心的自具的，这就念自性阿弥陀。能念的是阿弥陀佛，所念的是还是阿弥陀佛，能念所念这个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没有光明遍照。要说这种道理说不完的了，永远说不尽的了。要把这个妄言呐说清楚，那只有清净，清净就清楚了。要是在妄言上头无量无边的，越动越迷糊。无动呢，心性不动呢，那就把这个恒河沙的妄言变成恒河沙的清净功德。让你心有起念呐，那你就见着有前头境界的相可念，有可念的境，更引起你心来起无限的念。如果心不起，就没有前法，没有可念的了。心不起，就变成净法了。净法就是一心。净是对眼说的，眼法的无量无边，
净法就有无量无边的功德净德。那你一心呢不起念了，什么都没有。应当无念，无念过无住。金刚经上讲无住生心，无住就不生心了，不住三生相位除法生心，心还怎么生呢？就是要无生，无住无生，这才能达到究竟了。那你就妄动，你也在这静坐呢，哎，忽然想起个事儿，妄动，这一想得了就动了，坐不住了，也起来了。这一起来呀，或者到外头转一圈，碰着人呐，碰着事儿啊，那事儿就多了，事儿多了，是现实的情况啊。所以叫如来藏，就是法身之藏，就如是解释。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了。这里头还有位道友问我，是否有老来无三昧？这句话不能这样说。老来为三昧，小的有三昧啊，好大才有三昧啊。三昧刚才讲了很多，三昧是正定，正定，没有老和少，没有老和少。那什么样算是老？你问我什么样算是老？什么样算是老啊？那你心才老了。30来岁就说我老了，不能用了。那我90岁了，我还没说老。对，没有定的，这不是定法呀。什么叫老？什么叫小？比较而言，人家寿命500岁，那说90岁老了吗？不老，还小呢，刚成长，不是这样子吗？对。说30岁老了，不能动了。我看这里30岁很多了，是这样子吗？是否分在家与出家众？这个可要分了。这在身上分呢，那当然得分了。四众弟子嘛，在家二众，出家二众嘛，咋能不分啊？对，那男众女众还分的吗？你们现在不是男众递东西您都不接吗？就得搁到这上才接吗？你说你有男众没有女众啊？这个问号啊，我就这样答复你了。三昧没有老和少，正定什么样是老正定，什么小正定，什么中正定，没有，就正定就是正定，正定就是三昧。咱们再说通俗一点，什么事你熟练了，就是叫三昧。这是做了成熟了，一做就入世，入了三昧了。三昧没有个就是标准是正定，正定无分别了，就入了正定了。三昧就是熟练的意思，说做熟练了就叫三昧了。三昧，王羲之写字入了三昧了，老太婆烙饼入了三昧了，他自然的嘛。王羲之看一个老太婆走在街上，老太婆烙那个煎饼，咱北方那个煎饼，那个煎饼蛏子跟那后头装煎饼那小锅，他这一勺舀进去一倒，这一拐就是一张煎饼，往后一甩，嗨，不偏不倚落在那饼，张张入世，一瓢一舀一拐一丢。哎呀，王羲之说：“你这老太婆真了不得呀！好家伙，这大本事！”老太婆说：“我这算啥呀？王先生写的字，那一个字都值千金的，我这烙个饼算什么？”王羲之打真不写字了，他都知道他的字啊，一个烙煎饼老太婆子都知道了。三昧就入世，这骂人，有些人开口就骂人。我们在四川生活惯了，知道四川的事儿，他不说老子不说话，儿子对老汉也说：“你说我跟老子怎么样？我跟老子，儿子对老子称老子，老子对儿子称老子嘛，这家通得过。儿子对老子也说老子，跟老子，他说什么话，老子得头前。万语啊，
这习惯能改不能？能改。现在也不那么说了。像我们东北，不论说什么话都妈了巴子，这什么话呀？没有意见的。我小时候不说这个，这什么意思？听不懂啊！说这是免票，坐火车不出钱。这一骂，嚯，一定当兵的，不敢要他钱。那后脑勺子就是护照，我们东北人没后脑勺子，一看那后脑勺子，扁的，这就是护照了，不要问了。这都是虚妄法，懂得吧？世间的虚妄法，那大家都这样说呀。一个省有一种怪话，一个省有一种怪话，各个不同，这叫什么习惯？什么习惯呢？一念不觉妄动，妄动之后妄的习惯。那现在咱在寺庙，咱们皈依佛法了几十年了，咱们有习惯了，很多怪习惯，静的演的习惯很多，说起大家笑。咱们静的习惯呢，明天再讲。静的习惯很多，不合乎佛教的。曾有位道友来问我，他说是弟子是初学佛的，广念地藏圣号的。老和尚上课讲一念极乐即能往生，你恐怕听错了吧？一念就能往生，那咱们一个也剩不下，都升极乐世界去。是临命终时的一念，但是经上说的10念，那一念呢是你的观想的一念。这人听的呀没听明白。对，弥陀经说的很清楚，临命终时要7天呢，要一心不乱呢。那一念就是一心不乱，那能做到了，但是一心不乱当然能生了。你问的意思不在这儿，你说是我念地藏菩萨，我想去到地狱里头就把罪苦众生，这样观想可以吗？咋不可以啊？可以，但是你得别怕苦，怕苦。这种念头呢，对于我讲的念念极乐，是否又有相违处？看你怎么观想啊。你观想没相违，地藏即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就是地藏。咱们现在正要讲这个，讲这个大用啊，大用。你自己写这个条子就矛盾。我讲的一念生极乐，你底下讲的是念念极乐，念念才能生极乐，字语相违。你问我的问号上的字语相违，那你问的话呀，前头跟后头不一样，就是字语相违。是否有相违处？你本身就相违了。但是你的意思就是说我念着地藏菩萨啊，能不能生极乐世界？能，就可以了。你虔诚念吧，念地藏，念观音，念什么？只要是地上的大菩萨，他的愿力是这样的啊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诸菩萨的妙用无边嘛。你好好听吧，咱们现在就讲这个。福赐真如用者，所谓诸佛如来本在因地，发大慈悲，修诸波罗蜜，摄化众生。真如用呢，就是诸佛菩萨证得真如了的妙用。先举因，因是诸佛之因，说诸佛如来在他因地的时候，发心到成佛的时候，他都要发大慈悲心。现在咱每位道友
只要你是佛弟子，随顺诸佛，发大慈悲，修一切法，住波罗蜜就包括一切法。住波罗蜜就是你修行的，修行的正行，就叫住波罗蜜的。修这个都是为了摄受众生的，修的时候就是用，真如的用。前头的体和相，体大相大，前头都解释过了，这是法身的如来藏的真如的用，真如的用。真如就是诸佛菩萨证得真如法了，他修这个一切住波罗蜜修的成功了，住波罗蜜就在这修行的正行嘛，包括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禅定了，或者智慧了，发愿了、忏悔了、回向了，这是摄受众生的法。在因地时候都发过大愿，每一位佛，每一位地上的大菩萨，都是发愿要把众生度尽的。时间呢？时间是不限制的，无量无量，尽于未来。成了佛了，还要度众生；如果涅槃了，还要四化其他的类众生，还要度众生。因为众生界无尽呢，咱们四弘誓愿嘛，弘是宏大无边的意思了。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间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。前后两愿，那是他的目的，度尽众生，誓愿成佛，度众生成佛。度众生先把自己烦恼断了，怎么样断烦恼呢？要学诸佛的佛法呀，无量的法门修喽，来对治无量的烦恼啊。度众生得有个方法吧，所以要学无量的法门呢。欲想度尽众生界，时间是不限制的，尽于未来。在我们讲究的真如的体，这体圆融的法门里头这样说的：本来无生可度，没有一个众生可度的，度众生不见众生相。在真如的妙用的时候是这样用的，在世上呢，发心的时候这大愿呢，就是度脱一切众生。因为众生界无尽，诸佛愿力也无尽，所以尽未来。那用什么的大方便呢？方便就用他的观想思维，方便的智慧。什么样思维呢？说一切众生的身就是我自己的身，把一切众生他们所受苦难是我自己的受的苦难。这就大方便了，但是必须得有很多善巧。众生有种种欲，他的心里头啊，他的希望啊，他想的种种的不同。这个大方便就是大悲大智大愿的方便。大悲是发心了，
都有个善巧方便，怎么度他呀？每个众生的意愿不同，你观想的时候，把众生就当成自己，看着众生受苦，就是我自己在受苦呢。但是这种观想呢，但是又不取众生相，长时间度众生，如果度众生有众生相，就有执了，智慧就不深了。这个是以深智慧才能度啊，深般若才能度啊。因为一切众生就是同于自他。如果你自己还没有成佛呢，你还是众生，自己也在众生说。这个时候，这个方便因为智慧的关系，意识到不因为自己是能度者，众生是所度者。如果有能有所，就有众生相了，有自他相了，有种种的分别。度众生即是众生自己，所以说才不许众生相。悲里头有智慧，以智慧入实的真知，入实的真知，这才是真如的妙用。众生跟自己平等平等，没有高下大小这些差别。因为大悲能把众生当成自己的身，因为大智在众生相不许分别，终日度众生而不见众生相。有这种的愿力，产生了这个大悲跟智慧。悲字的大方便，一要入世的大方便字，能够除灭无明，见本法身，自然而有不思议业，种种之用，其余真肉等片一些处，又以无有用相可得，何以故？诸佛如来为是法身至相之身。第一义谛，无有四谛的境界，理与实作，单随众生见闻得宜，故说为用。这就是真如的用。那么有入世的大方便字，方便就是智慧，方便是从根本智产生的，方便愿力，根本智，慧方愿力智，从根本智产生的方便智慧，所以你发愿的愿力也是智慧，说智慧摄。把智慧开成4个，所以叫十大愿啊，叫十大愿。这个是跟着华严经的，其他的经没这样说，其他的经都说6波罗蜜，只是把般若智慧又开成一个愿，一个力，一个方便，一个智。以这种大方便的智慧把无明除灭，除灭就是断无明，正法身。那无明是仗着法身的，因为仗着法身，法身的真如的大用就显现不出来。无明断了，能够证得的真如法身，真如法身没有体，没有相的啊，没有相的。
这是自己证得了，自己证得了，这是自利的，自利的，自利才能利他呀。如果没有自利，怎么能利他呢？没自利就不能利他。那么这是总说这个真如的用了。这个用呢也有两种，哪两种呢？云何为二？这一者以分别事实，凡夫二乘心所见者，名为应身。应身本身就是用，应众生的求，这叫应化身。前头所讲那个智身呢，那是智相身，是智受用的报身。报身跟应化身不同，应化身不同。应化身就属于他受用的，报身是自受用的。总之这都是真如的用，要这个人说就是佛。应身即是化身，叫应化。因为它为什么叫应身呢？它分一个圣应跟一个劣应。因为我们凡夫小乘所用的修行的所用的心还是妄心，是分别事实，用这个流心，用这个心来修行。那所感的呢，就是劣应身。劣应身，什么是劣应身呢？像释迦牟尼佛在印度现生那个一切的凡夫二乘所见的那个化身，那么把它执着为报身，其实不是的，是报中的化，报中的化，叫应化身。应化身，这应化身分一个受用圣应身，一个受用报身，一个劣应身，一个圣应，一个劣应。劣应只是凡小的，圣应是对着菩萨的。因为在教相上来讲啊，因为凡小不能知道转识、现实，对，业相的之中转识现实，看着一切境界相啊，是从外边来的，从色的分级，从色的分级来认识，不能全知道了，所知道是一部分了。为什么凡夫二乘只能见到应化呢？因为他还不知道咱们前头八识之中有个见分，有个相分吗？有这两种分别吗？因为凡小不能知道色跟心是一个，不是两个。那我们把色是色身，色是色，心是心。十法界一正的色相都是在心中显现的，是八识心中显现的，它没有分级的。凡小不知道自心的境界相，自心现象，他见一切色法是从心外来的，所以他见着佛是丈六身32相，不能看到千丈卢舍那那个身，相的无量相好，这他见不到。那见这个色法从外头来的，这是60心，现在这妄心，这个叫分别事实，就是分别色，在任何事情起分别。
看这事情有大小啊。这个心呢，就所见到佛身呢，只能见到应化身，是分别四识，这叫第六意识。第一种。第二种呢，依于业识，就是八识啊，是心依着八识，八识叫业识。这就是八识所对的相，就是业转相，这三细相。前头这个凡夫二乘凡小所见的是初相，初相。初相呢，就不是三细相了，就是六初相了。六初还是初中之初，还不是初中之细。这前头讲过了，分析过了啊。依于业识，依是八识先，所以那些个菩萨从初发心的时候，乃至于到究竟地所见的佛的身是报身。虽然解释真如的用，要人来说就是诸佛、诸菩萨。那以业识这些菩萨发意的菩萨到究竟地菩萨，他们所见的呢是报身佛，报身佛。报身佛的相身有无量的色相，无量色，色有无量相，相有无量好。说的一国十报庄严度，图也不同，那有种种的庄严，随所示现的没有边际的，不可穷尽，没有个分际，没有个大小。但是随他的所感而所应的报身，不是像化身。化身吗？像释迦牟尼佛80岁就入灭了，实现涅槃了。其实化是应化的，一段因缘尽了，实现了。那报身呢，不是这样的了，常能住此，不悔不失。这是功德果位所感的。所以发意的菩萨，这个初发意的菩萨是指着入了住的，或者包括前头实信嘛，发大乘菩提心的初发意的菩萨，乃至到究竟地的菩萨，他所见到的报身的相，正报身的相是什么样子呢？是身有无量色，色有无量相好，不是32相了，好有无量好，也不是80种好了。所住的国度是清净的、无眼的。这个大呀，所谓大小，发大心的菩萨，所谓的大小，不是小大的大，这种的是相大，所见的是相大，相大是成体而起的，体而起的。咱前头一开始叫体大、相大、用大，这是讲用上，诸佛菩萨的用上。这个用大是依着相大而起的，相大呢，这个相是很多福德所感的相，所以这个相是身有无量色，色有无量相，说色身无边际呀，是以这个而起的，说它无边际、无限量。这是讲佛的报身的用，报身的用。如是功德，皆因诸波罗蜜等无漏行凶，即不是以熏之所成就，具入无量乐相，故说为报身。
这个报是果，果必有因呢。因为什么因要才感到诸波罗蜜无漏行呢？加个熏字，咱不是前头净讲熏习吗？用这个诸波罗蜜的不死不坏的这无漏来熏什么呢？熏它的真如。因为这样的熏习，所以才有不思议的报身的成就。成就所感的，才有无量的相好。所以说是报身，诸佛利一切众生所有的功德，这功德呢是性功德，真如的性功德，而产生真如的妙用。真如熏无明所感的无量相好，这个乐呢，是菩提的觉悟的乐，涅槃寂静乐。涅槃是不生不灭的，大家知道。因此说，无量乐相为报身，无漏性心不思议所成就的入世的因地，成入世的果，成性无量，都是称那个真如体性，这样来说的无量。那重复讲这个应身，因为凡夫所见者呢，不是细筛了，是粗筛。但是在六道众生所见的不同，所见的不是受乐相，故说为应身。而释迦牟尼在印度县也现经常有病啊，也有病苦啊，四现生，四现老，四现死，四现生死，生老病死。这是不是佛的现身不同，不是佛有分别，而众生的他的机，他的劣迹只能见着初相，甚至连初相都见不到。就像咱吧，业重了，就连化身也没见到，见着另一种化身，紫色的、紫化的、泥塑的、铜铸的，这是佛宝；见着三藏的经文，这是法宝；见着现前当前的僧众，这是僧宝。而佛在世见到的那个大化是千丈，小化是丈六，咱们连丈六也没见着。就是在印度人当时见到佛的佛像，连丈六的精神也见不到。那看他修定福报嘛。咱看那大英帝国那个保存的释迦牟尼佛的原来那个像，一个印度老比丘样子嘛。可能大家有些人见过了，也不是丈六金身呢。甚至于我们见着画中之画。什么叫画中之画呢？像我们求菩萨拜忏，或者见着放光了，这也佛的化身，见着光明，见着瑞相，或者你做梦中所见到的佛像，那个是画中之画了。这鬼神，大力鬼神，他能实现佛像，也能实现佛像，可不是丈六金身，相似而不是真实的，是你的心的迷惑。是凡夫所见的是出色，诸法依菩萨一直到的这个十地菩萨，他们所见的，因为他这是指着灯着住的啊，
他深信真如法，因为这是真如的用啊，咱们讲真如的用啊，他深信真如的法了，他见少分的三相庄严，但是他懂得了，就有智慧了，明白什么呢？真如的用，真如的用，真如是法身的用，无来无去，没有分级的，没有大小的，都是唯一心现的。你什么样的心讲，就现什么样的相。心所现的相不离真，所现的相呢不离开真如。这些菩萨尚有分别，因为啥呢？是指三贤位的菩萨啊，他是现真相似见人如，只是少分而见，不是多分的。相似知道法身，而不是正知法身。但是这个相似相信的真如相，还是有相的，知道报身的色相的庄严，这是趁真如性的。要得净心所见的微妙，其用转胜，这就不同了。什么叫净心呢？见了法身才是净心，见了真如的，正一份法身，得一份净心。这叫净心地，净心地亲证真如。那所见的报身呢，见佛的报身是微妙的，微妙的。凡说微，形容就是妙的意思，微即是妙，因为妙才言微，不是前头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菩萨他们所见的妙，那个妙非微也，所见的妙感觉到比凡小妙了，而非登地亲见法身这个微妙加个微字。这个时候的诸佛大用更加殊胜了，一地比一地所见的微细，所以加个转胜。二地胜的三地，三地就见得不同了。后后只与前前，前前不知后后。说二地不知三地是，三地不知四地是。乃至菩萨地尽才见到究竟。菩萨地尽了，就是离于业识了。这个时候就没有所见相，也没有能见的字，所见的相跟能见的字，这还都是业识之中所显现的。这个时候离开业识了，深入了亲证诸佛的法身，亲证真如，没有彼此的能见所见的这些相了。要离见了，离见了，见到究竟就离了能见了，离开业识了。前头所说的都是在业识所显现的能见的，这个是见到真正的本具足的本有了，彻底了，见一切妄本空，把前头无明断灭了。一切妄空的生相就是无明，把无明空掉了。那时候这个时候呢，真正的证得真如了，他的法身全部显现了，离开业识了吗？业识都没有了，因业识而起的转向现象20也都没尽了。
到这个时候，忘尽还原，忘尽还原，无无名可断，也没真如可成。到了这个真正的，咱们最初讲不觉、实觉相应，分证究竟。实觉跟本觉相同了，恢复了，没有报身相了，存一法生的本体，也为众生可度了，也没有化身相了，相归法身，这叫一切用归体，真如的用又回归真如的本体。这个时候啊，所以咱们讲那个一时一念不觉而生的三细相、六出相、众生相，了不可得了。了不可得怎么产生的呢？因为诸佛法身没有彼此色相，既然是证得真如了，见到诸佛的法身，证得跟佛了，相同了，法身相。一切诸佛唯是法身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唯一法身，这是我们彼此本具的，所以没有一切色相。乃至于是诸佛没有报化二身的相，报化二身相，唯一法身相。再举个例子来说啊，这个上呢，马明菩萨自己举的，说在法华经上、法华会上，释迦牟尼佛又何见到多宝如来呢？那不是多宝如来不是相吗？诸佛成道究竟佛果之后，没有众生可度，那众生就不得度了。有没有众生呢？虽然诸佛证得了法身了，无相可见，但是众生有妄见，所以视现有见，法身无相，随缘而起的报化，随谁的缘呢？随众生的缘。视现的有见，有见是随缘意，不是真实意，所以随众生缘。所以众生缘而如来的法身是不变的了，这叫不变随缘。因此嘛，不妨有众生可度，有佛可见，这叫诸佛不思议的境界，是真如妙用。因为起心论是论，论就辩论，一辩则明，辩论就把这个道理显清楚了。所以他又问呢，说诸佛的法身离于色相，云何还能现色相呢？离了就离开了，怎么还能现呢？问的意思就是众生不明白诸佛的法身没有遍己之性，没有遍己之的实色，但是这个没有还是被离开的真如的妙色，所以能现报化二身，这是真如的妙用。因为一切的法都与真如而起的，法身
既然说以法为身，法身也是色体，所以能现于色。但是这个色又不是真的，是妙有的，妙有的非有，是从心而起的。色跟心不二，不二是一个。那色性即是智慧，就是智身。这个自身是什么样子呢？没有形象的，色体无形，说明叫智身。因为自的相即色故，所以法身遍一切状，智遍一切状。智呢，就拿光明形容，光明能遍一切状，遍一切状。你有遮障了，光明不显了，是你的障，不是光明不遍。所以太阳的光明遍照一切，如果你把它遮盖起来，盖个房子躲到里头去了，四面不通风，光明不见了，这不是太阳的光，是你遮障了，给它遮上了。真如的法体，诸佛的法身，永远入世的摄化众生，不被摄化，众生自己做障碍，那个障碍呢，无明。懂得色即是心，是吧？色性的体就是智慧，所以色即是心。色体也无一定形象的，因为心无形象故，所以说明的智身。心无形象而随缘现形象，现形象。所以咱们经常有这么一句话：人心不同，入其面言。现在我们这几百人，每个人跟每个人的样子不同，这个相就是每个人的样子不同，一人一样，有1000人、10000人，一人一样，相差就那么一点点，眼耳鼻舌身意都一样，但是不一样，相不一样，心是一样的，变化妄是一样的。那法身呢，没有色相，就是心。你要把这些相归会相归你的真如的性的时候，所以说会相归性的时候，色即是心。你要从这个意义来领会你念心经，心经的时候，观自在菩萨用的身般若波罗蜜多的时候，照见五蕴皆空，空而能随缘，五蕴所发宛然的存在。离开色即是心，离开色心，是舍一切色都归于心啊，色即是心。所以色不异空。懂得这个含义了，好多的大乘的教义呀，你把这个心跟色跟自性，完了究竟的法身自性有不同的，人家智慧有大小吧，因为他的名利有大小，是他眼悟的不同，有深有浅的。所以色性就是智慧，以色性而起的体，色的体是无形象的，这个叫智身。从什么显现自身？自性即是色，所以说法身遍一切处。因为所现的色没一个分级可言，
心所现的色是色，它是竖穷横遍的，照方说是横遍的，照实说是竖穷三际的，没有这个形象可得，也没有形象分际可言。说前头讲报身、化身、妙色身、出色身所现的相，它是随你众生的机所见的。你那报身呢，那就是各个不同，报身。那诸佛是德报，咱们是业报，业报身都不同。咱们是从自己现实生活当中看看，我们现在所有的道友们都是正报，什么报呢？业报。业报跟德报不同，你所感的业果不同。业是怎么来的呢？报呢是因呢，业因所受的报果。十界都不同，乃至一界都不同，都是人都不同。六根也有差别，这种差别无穷无尽的，无穷无尽的，怎么说它没有分际呢？怎么说它没有差别呢？那是要理上来说的，要体上来说的，事是有差别的。诸佛所现的色身，它是随着众生心的感而在十方世界一时出现。如果大家都念过《地藏经》，《地藏经》的第一品，从诸佛菩萨一切到鬼神、将神、河神、树神，乃至是所有这一切吧，所现的这一切吧，到会者，这都有形的，不是没形的啊，都现的有形的。佛教让文殊师利菩萨计算一下，到会的人有好多，到会诸佛菩萨好多。文殊师利菩萨说：“他说千劫彻度不能得知，以文殊菩萨大智慧算一千劫，连这个到会的人数都算不出来。”那佛就答复观音菩萨：“吾以佛眼观故，犹不尽数。”就有没有呢？佛还不知道吗？这是推崇之意，推崇地藏菩萨的功德。实际上呢，诸相皆是一相。照理上来说，没有分际的，没有差别的，互相不相妨碍。这不是心识所能分别得到的，也不是心识所能得知的。为什么？是真如的自在妙用，是真如意。这种意我们怎么能入呢？是妄心分别不能知道。如果入实心分别一正，它是实有的。大是大，小是小。懂得这种道理了，知道自信真如没有大小，没有形象。咱们的凡夫的心里是大能容小，小不能大，小一定被大所能包容。这得看它相同不相同。如果咱们桌子是大的，那这个振尺是小的，桌子能容振尺吗？振尺就在它桌子上边，它也容不了它。
这要四上讲的。实际上我们讲真空，真空能容一切，能容一切，一切有相。所以咱们讲这真如的妙用，真如的妙用没有用大小长短方圆来给真如的它这个量来衡量一下，不可能，不可能。它起的用也是随机而用的，这是形容词了，形容词了。这样的理解了之后，我们现在是怎么能入到真如？怎么入真？而现在我们是在生灭当中，生灭当中，我们要把生灭汇入于真如，汇入于不生灭。所以以下就说，从生灭门即入真妙门。什么入呢？推求五蕴，载之于心。依这一心法，一心，咱们开始大乘心律开始讲，依着这个一心开一个真如生灭两门。咱们讲的都是心生灭，真如门无言说，没语言，没有思维，心行处灭，言语道断。但是我们要显示，我们要反望归真，从生灭入于真实。这样子吗？就使知道了解到，动回归于静，静随缘而动，动即是静，静即是动。所以如来度众生时候，常在寂中，常在定中，如如者不动，然而无来。动即不动，动即是如，如即是动，如来意了。释迦牟尼能人寂寞，终日利众生而如如不动。寂寞者是涅槃意，不动意。我们讲生灭门吧，从生灭入真如吧，推求五蕴，就色法与心法两种。生灭门所说的法，三系六处之相，三系六处之相就是五蕴，就是色心二法。与眼法相应，与眼法不相应，与净法相应，与净法不相应。这就是你前七识的心。第八业识，第九苦，都是通过色心。总之吧，不出于色跟心两种法，色法跟心法。色呢，就是五蕴色法。五蕴色法里头，色是单独的，其他的四蕴呢，受想行识是心法，合起来就色心二法，开阔了就是五蕴法。都是色心二法所成就的观察、思维，能观的观于所观，能观的是什么呢？就是你心所起的智慧，心即是智。观察空义，
空。说这些法没有，是空的。空什么？空的色和心。这个心是妄心啊，这三法的心法是妄心啊，这是第六意识嘛，把它都回顾于真如的体性。回修空观，观五蕴皆空；回修假观，推求五蕴不实，这是假设的，没有实体的。完了，回归于总观，总观就从我空进入法空了，总观就是法空观的意思。假观呢，咱们在《金刚经》说，一切有为法入梦幻泡影，入漏宇宙电，做入世观是假的。有为法是什么呢？五蕴呢？三受想行识。这五蕴法呀，就像我们做梦的似的，有虚幻不实的变化的，也像露水似的，像电光似的，这样观想。梦和幻都是假意。说你梦中所见一些色相，所见的五蕴身心，所见的五蕴境，不是实有的，醒了就没有了。有那么一种寄颂吗？梦里明明有六趣，觉后空空无大千。六趣就是六道轮回了，明白了什么都没有了，大千世界都没有，都是空的。等你修观修成功了，知道这个都是空的。能观的人，对于你所观的境，观就是照了的意思，观照。咱们再说，就是我们现前的思想的思维修。再说干什么一点，就是你想什么，想就是观。想着观，这样观成了，就是开悟了，就是明白了。意思呢，就是你推求入理的思维观察，一推求知道色与心都不存在的了，都是空的了，没有了。六尘的境界毕竟无念，心呢没有形象，十方求之终不可得。你如果观这个六尘境界的一切色相，色声香味触法，这六尘境界，这是色蕴所显现的，色蕴所显现的。我们现在有无明，或者这睡觉还没醒呢，做梦呢，那把这些当成是实有的。色声香味触的在五尘的境界，落于哪知那个意识的一根当中。第七识，这个叫什么？叫法尘。法尘。咱一说到尘呐，就形容着它是厌恶的、不净净的，是尘厌嘛？厌恶的、不清净的。它厌恶什么呢？厌恶你那个清净的智慧，厌恶真如，厌恶清净法身。那这个叫呢，迷了的人的一切境界相。这个是不可念不可思，因为在这个法性的理体上没有六尘可念呢，
心没有形象啊，心里头没有六尘境界啊，心外头也没有六尘形象啊，心的内外皆无，内外皆无，不可得。如是观察，可空到色蕴，只能把色法空了。咱们现在说有烦恼，有妄想心，原因就是对这些东西，咱们当成真的。听着一句话也生烦恼，听见人家给你绷个脸子，给你不好的颜色看，你也不舒服了。或者批评你两句，你也接受不了了，你都当成实有的嘛。你苦了。那么身体不舒服的时候，我脑壳发烧了，我肚子痛了，假设你也不吃药，你坐那观想一下，你说为什么他要痛啊？能痛的是谁啊？所痛的又是谁啊？我了知痛的又是什么？你这样观察，那你观察思维把你重点放到观察上，真正你那个肉体上的痛苦它自然就减轻了，烦恼就轻了。而你说这是假的，是空的，根本没有的。但是这个你观你得不到受用，咱们现在也能这样修，依着法来修，但是痛还是痛，你没得到受用，你观没修成，修成了啊，不痛了。修到那个讲头临白燕，一世展春风，修到那个境界，真正把肉体观空了。你得个我空啊，最起码的能得个二乘的境界空了，真空了。那他把你锁到屋子里头，你可飞出去了，一入定就出去了。六尘所不能居。如果你再修到菩萨境界，修到正了地了，那就得大自在了，那就大自在了。六尘境界没有念，在那一根之中，一根之中观想无念的境界，无念境界，观心没有形象，这都没有的，终不可得。这像是人呢迷了似的，入人迷故，为东为西，方时不转。当你迷了，找不着东南西北了，拿东边当西边了，东边还是西边，东没变，没变成西，是你迷糊了，迷糊了就不知道了，为东为西。东边没有转成西边，为什么迷了呢？因为有方向，前头有个标号，有个东西南北。如果连这个东西南北没有，你还迷什么呢？东西南北本来没有，是吧？拿这个形容着，本来没有的去执着，假立名不。假立名不。咱们小孩子一下生，什么都是经过这个过程嘛。当你生下来没有名字啊，能起个奶名，奶名大了还换个学名，入学再换个学名，你就把这个名字知为是我了。人一喊这个你就答应，这个是你吗？
这假名嘛，没有个符号，没有个标号，而怎来分别呢？在这个你多思维，多思维，所以观思维，思维成熟了，有了智慧了，有了智慧了就能观之，观之什么呢？说我心了经常妄想纷飞的，你定下来去观察，观察到一念不生的时候，观察心无念，能做到这一点呢，就渐渐的就能入道了。也就是要能观察随算知心无念。那么现在有念呢？有念是说是迷了，无明迷了，为心为念，念即是心。咱们起念动念的时候，心里起念头，这个念头就是心。我们现在一般的问这个，照这内体来说吧，心有个心脏吧，那人死了，这个心脏随着死了，你还有心没心呢？我曾跟两个，一个死过2次的，他死过2次。那我一个皈依弟子，他在这个生育小孩的时候，难产，生下来他就死了。他死了，赶觉着他这个心识啊离开体了，升到虚空中去，反正升到什么地方，升到虚空中去了。看着十方的没有光明相，东西南北就不变了，就像咱们这样的迷方迷了。他心里有个念头，突然他想，哎呀，他说我这小孩生下来谁喂他奶呀？这一念呢又回来了，又回到他幼体里了。他一回来，他感觉那个像爆炸了一样，那个痛的呀，他又离开幼体了。因为他那个神识啊，又到什么状？说了都是细念，细念他这个小孩子，我不能走啊，我走了他就活不成了，我还得照顾他呀。他这第二念游戏呢又回来了，这回虽然是痛啊，离不开了，神识不离开了。他讲这算是什么？我这算昏迷。临时的，没到你走，你这神识啊，虽然离开幼体了，因为你这个心念细数着，你寿命还没尽，你走不了。如果你寿命尽了，那鬼就把你带走了，你不走，他把你锁走了，那不由你自己做主了。这个是还自己能做主时候。另外一个是出家人，我们闲谈的时候，他说他死过2、3次。我说怎么死过2次？你现在还活着？他讲他的过程。我说啊，不要听故事啊！我说这个迷了，研究你的妄心跟你的妄体两个脱离的时候什么境界？咱做梦的时候，有时候离开幼体了。是幼体了，他们叫夜游啊，夜梦啊，这种现象很多了。他本来倒下睡觉了，睡着了，人在床上睡觉呢，他惦着明天他们家里要做个什么事情，他得挑2缸水才够用，心里这样想。他睡觉，他这个事儿他放不下，身在床上睡觉。他就夜间，他就起来去挑水，夜间去挑水，
就是做梦啊，做梦啊。两缸都挑满了，他回来又睡觉。这人醒了，他还想着那挑水。一下床，鞋都是湿的，屋里都是水。他用来挑的水啊，来回走，那鞋来回踩进来踩进去的。他就想，哦，他说夜间好像我挑了，但是是做梦吗？是真实的。你说做梦吧，两缸是挑满了，而真实的嘛，他可在床上睡觉。怎么理解？是一个。那刚才我说这个死了的又回来了，那他是一个农民。那时候是韩复榘做山东省主席，就是抓兵。那时候不是谁要一当兵，谁也不当兵，抓来的，就把他给抓来了。说他不愿意当兵啊，不愿意当兵吗？10几个人结合就逃跑。那韩复榘对逃兵抓回来就枪毙，那把他们都抓回来，抓回来枪毙。枪毙他是打死的，枪毙了，人检查尸体都打死了，回去了。夜间下点小雨，下小雨回头打的呀，枪还没中那个必死的要害地方，那他夜间他就活了，活了，他感觉四肢还能动，没死，但他一动，他痛得不得了，他又死了。死了身到另外一个地方，到个地方，可是要受生没受生之前，他看见人家那家人有妇女要生产，哎，他说这个我不能进去，妇产这个人，他往外退，他就跑了。他这一跑啊，他身世又回到他尸体来了，回到尸体来又痛得不得了，神又离体了。他说2、3年，最后后来离不开了，虽然痛嘛，也减轻微药一点，他就爬到那个附近的那个一个农民家里头。农民嘛，人都要做好事嘛，救人一命胜造浮屠7级嘛，就把他给救了，慢慢给他治疗，他就好了。好了，他就怎么样呢？看破红尘去出家，当了和尚了。当了和尚，他经常在讲他自己的死亡的故事。他说人死啊，死了之后啊，真是十方俱灭，没有一点光明的，没有点光明。说有缘的地方，该你受生就可以去了，也有错误投生的做的，或者借人家的身体还魂的也有。这里事故事很多了。懂得这个道理，拿这个做参考嘛。说没了，但是心里头要有念，看你念什么，这叫专注一境。像我刚才讲这个，都是有念，他不能达到无念，说一切众生，因为无明迷了，根本迷了。迷了，他那个心就变了，变成了呢受想行识。刚才我只讲这个，讲这2个故事啊，都是受想行识，就心境。这个时候无明迷了，产生一种念，把这个心产生为念。心本来没动的，因为念头动了，心就动了。心随念转了，心随着念的转变，而真在实在真心呢，没动。我们能不能观察我们这个心，让它无念？在我们静坐的时候，那每个人静坐的功夫，你用什么功夫？一是经教的教义，或者因为你的这个医师的老师，
给你指示，你怎么观法？跟观法，观察的心不起处。不是禅宗不是普遍的让你，心无起处，说念佛是谁？这是念佛是谁呀？你说念佛是谁？说念佛是谁？不是直接观无念的，观念起的，观话头。没说话以前那个头是什么？那头就是无念嘛。头是无念。像《金刚经》须菩提向佛请问：云何住心？住心就是无念的意思。无念，观心无念。要能观察知道心本来是无念，念是妄想，能观到心无念了，灾得积得随顺真如门。观一切的色相，你的色相从来没离开心，没离开心。心是什么样子呢？无念，真心无念。这个时候对于受想行识内心的境界，心有无念的时候，若能念到得到无念的三昧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人动你的身体，说砍你一刀，你都没有分别意识了，没有分别了，入了无念了，无念了。能到无念的境界，你对你这个色受想行识不起执着，不认为它是实有的，不认为它实有就是空了，这叫心经说是照见五蕴皆空。照见你照见五蕴皆空了，你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吗？空了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吗？一切烦恼他就不烦恼了，这些色一切世间相没有啊。说像我们经常讲的，看破了，看破了，看破就不执着了，因为一切都是没有啊，都是假的空的，不执着了。那不执着怎么不执着呢？因为观空过，观空过。因为你先看破呀，看完破了，你才不执着呀，不执着你才能放得下呀，放得下了之后你才能自在呀。这但是要你思维啊，就是观呢。所以咱们读心经时候经常念，只是把它当成个观世音菩萨了，没把它观自在。观是自在，观自在就照见一切诸法空，直到心无念，这样子才能随顺真如啊。有念是迷了，迷了所以执着呀，执着是因为看不破呀，世间相看不破呀，所以起执着呀。这个执着是因为迷了，咱们是念念不舍呀。什么呢？世间相，世间相不说了，主是你这个身体，你念念关照都是你这个身体。因为这个身体知道这是无明，无明了才有念，有念了心才动，心动了越分别越出，才去执着。但是无念了，无念了，心就不动了。你的功力能观察到你的心无念，
如果你妄念纷飞的，你静下来，在那静坐，哪管10分钟、20分钟，每次静坐不要多。从初入手的时候，就想，照你的心不起念头，不让他打妄想。你自己也跟自己说，莫打妄想啊，好好做，好好修行。我说先自己跟自己说，一起妄想，不要打妄想啊，好好说。连说几遍，自然渐渐的妄想就少了。人怪瞌睡，有时候一打坐就迷糊，不做呀，他还不怪瞌睡。他一坐下来，他心里一静，他要点脑壳了。不点脑壳一坐，好一静下来，想的事儿就特多了，什么都想起来了。但是你自己对治方法呢，顶好你自己说，不要打妄想，好像跟别人说似的，没有，就跟自己说，啊，你不要打妄想，你不要打妄想，因为一个能观着的心，对着你现在起妄想的景，你观这个心，警告你妄想的景，没有，是假的，不要打妄想。如果你瞌睡大的，你这么说多说几回，你再坐着不瞌睡了。妄想多了，这么说几回，妄想也少了。对治的方法你自己也想了，照本上说，有时候对你不相应，你自己也做不来，你自己想办法。你打坐，坐时间长了，或者双夹趺坐，没有坐不习惯，那腿都痛得很厉害。你也跟自己说，哪里痛嘛？不要打妄想了，没有痛，没有痛，忍耐一下过去了，克服一下吧。说2回，那个痛好像就吓跑了。打妄想也入事，功夫得你自己呀去惯了，得自己想些个办法对治。对治方法，你照经本上说，咱有时候用不来，就告诉你现实的生活。太快乐了，太快乐了，你想想烦恼的事儿，快乐马上就没有了。太烦恼了，你想想快乐的事儿，调剂一下，那个烦恼痛苦也减轻一下。但你痛苦的时候，你想快乐的时候，想好事儿，你最高兴的事儿想，一想把那痛苦忘了，就去想那好事儿去了，你的思想去追踪那个好事儿上去了。但是对治的方法，对治方法要你自己产生用，要对治。一下就要讲对治了。所以现在这最根本的对治方法就是无念。有念就是生灭，无念就是真实。好好这样关照吧，关照无念，一时达不到，你天天入室修，或者提起来一句圣号，完了就观，全心注重一景，观阿弥陀佛，或者观观世音菩萨，或者观地藏菩萨，就是坐着观。除了地藏菩萨，那观他的名号，除了这几个字之外，什么都来了就把它排遣出去。渐渐得入，渐渐得入是，渐渐就能入进去，能入进去。对治邪知者，一切邪知，皆依我见。要离于我，再无邪知。前头讲的是正义，正义啊！什么叫正义呢？最后解题说，要能观察知心无念者，随顺真如，这就叫正义。正义，纵上因为心迷了，心迷了是被什么迷的？被无明迷了。无明迷了，心里就有念。
有念从念而产生的妄动。那么要能观察知道心无念，心无念故，心实在是不动，不动呢随入真如门了，随入真门了。那都把种种的生灭汇入于真如。那么以下就分别解释了，怎么样才能够进入真如？先讲这个邪知邪见。什么叫邪知？说一切邪知啊，都因为有我见。要离开我呢，邪知有没有了？邪知的一觉处、一指处，就是我。你让小修行道业，先把这个邪知邪见取掉。我们一个人是发了心了，信三宝，正念三宝。那你以前不正念三宝那些个念头，那些看问题的看法，得把它丢掉才行。马明菩萨给我们举个比喻，说这个瓶子啊，原来是装毒药的，现在你要想装好药，你得先把这个瓶子洗干净啊。如果瓶子没洗干净，把好药装进去，渐渐变成有毒了。说你要产生了这个正见，正见，那必须把邪见取消。那邪见是怎么来的呢？依据什么呢？依着我见，我见。见呢，就是看问题的看法。有的时候咱们说是眼见，或者耳朵听的，眼睛看见的，眼见。那么因为眼见的就是实的，但是这个能见的见，这个眼见的是不是实的呢？他眼睛有毛病了，看花了，那不是实的吗？也不是实的了。因为有我见，它才产生了一些邪觉观，是一些邪见的一个根本。执着呢，总之说执着有两种，一者说人我，一者说法我。不论人我，不论法我，包含着无量啊，无量。这无量的执着收拢了就是个我。说一切且争执的见不同。见就是分别，就是在一切事物上的看法，也可说认知吧。当然是人跟人之间，一切事物之间，你的看法都有不同的，都有不同的。那个看法不同的呢，就叫见，就是分别了。在这个教义里面讲，说见的不清净，就叫见惑，惑就是迷，是迷。我们现在在这个身边界尽邪，就是身见边见邪知邪见，尽取见。
每一个事物上的，在你生活当中，你的怎么认识的？在你生活当中对一切事怎么认识的？我们经常是说是有烦恼，烦恼怎么产生的？那就是我，从我产生的。那么因为这个产生这个见有两种吧，大概一种是生理上的，身体不得安定，不得安宁；一种是心理上的，烦躁不安。在这种烦躁不安的时候，你可以静下来观，是吧？因为有我的身体，我的身体就产生了四大不调。四大不调，这个四大不调的就是生理上的现象。那害病吗？害病心里不难吗？这是一种。还有心理的不难，这个比那个生理的不难呐，还要深刻一点。随时你要心里头不舒服，或者是也有生理头引起的，你先关照一下呢。你怎么认识你这个身体？怎么认识你这个心？说心本身就是一个认识啊，怎么还有一个说你这是妄心？妄心，说你看问题的方法啊不对，不对，看问题方法不对，也属于邪知里头的吧？往往的争执不下，就是个人的看法不同。其实是你看的我看的都在我见之里，都属于我见。这个要分析起来就很多，这是总的是标题了，一下就跟着这个邪知啊就解释了，根据我。如果我们断了我见，无我最浅见的你能证得无我执了，证得四果阿罗汉，那你有很多妙用现前了，你超出六道轮回了，可以说了了生死了，是吧？这非常的复杂，非常复杂，都因为有我。你观察平时你坐着就观察我在哪里呀？你坐下来思维修的时候，我在哪里？哪个是我？依着佛所教导我们的这个我的成就啊，色心二法。色是这个幼体，完一个受想行识，这四种属于心法，你去分析它，就是说你关照啊。我们现在学的佛教导我们的，我们一直佛教导我们这个道理，这个义理，就是佛理吧。关照你现前的一个境界，你身体所面临的境界，来对着它，你观观哪个是真实的，或者把分开解剖，咱们说解剖这些。您看过解剖幼体没有？看医院里解剖人的幼体，如果你过去是医生嘛，你可能看见过。把你幼体从你幼体
解剖到你心脏，到你内脏，五脏六腑。你在这个东西找个我，哪有吗？说心脏算是我啊，那胳膊、腿杆、胃、心肝、脾胃、肾吧。说这些众好多样子合成来有个我这个人想，具体一个人。那主导人呢？主导人这个运作呢，还有个心理呢，一个心呢。而咱们举那精神病态的人，精神发生就是心理发生毛病了，精神发生毛病了，那就不正常了。他那个见迷糊了，比迷糊的还迷糊。他连个我也，那个并不是无我，是糊涂的，连我也不知道了。你看这样的分析啊，从那个认识完了再对着它，能够知道对直了，这是学佛所教导我们的，学这个觉悟的方法，这必须要下点功夫。对着我见怎么样升起的？什么是我见？那从理上讲，这个理啊，是从我们这个学那个觉意的那个理，从那个实觉那个理，从那个理觉悟了来观察，先观察我既不存在了，我见，那我看问题这个看法，他就没根据了，没有根据了。不过这个以下讲的很多啊，分析解释，把这个我见呐又分成两种，一种叫人我见，一种叫法我见。人我见呢，就是一切凡夫，特别这个要举出来，还有外道，这心由道外了，我没见着本性了。还有一种呢叫法我，那二乘人声闻缘觉，他把这个凡夫的这个我见断了，那法我没有断，人我见呢是对人来说的。现在例如我们大家执着我为人，人嘛是色受想行识五蕴法组成的我，这个本身就是颠倒，五蕴合的，要缺一法不成了，是合一。那么执着这个，这叫我见。那么一切的染物的清净的，在这上头起着的我的所见的，什么是染，什么是见？那如果我们学佛的人，认识了苦空无常，这是静的。你是苦空无常而去造业，造种种业，那就是染的。而两个人的争执吧，你说我有理，我说我有理，都没理，
就因为这个中间没个正确的。从个人的方面说，叫我见。你有你的我见，他有他的我见，那么所见的不同。然后我们或者例如说法律，我家庭，那么你总要有个是啊，有个非啊，根本就没个是，是也是非，而知是为非，知非为是，都叫颠倒，各个相之不下，这个全在我执里头呢，我执。但是所知的法，如佛所教导我们的圣教量，所知的圣教量，只是这个法圣教量是实有的，不明了圣教量是对着众生的执着的，执着没有了，法也没有了。在《金刚经》中佛说：“知我说法，如法喻者。”就像那个过河的船呐、筏子一样。如果我没有了，人我执没有了，法也就不存在了。那人我执没有了，你还要法做什么呢？那执着法不舍的，那叫法执，法执。那么现在呢，马明菩萨跟我们说了有5种人我执，有5种人我执，有5种，4种呢属于凡夫，第5个呢属于外道。但是因此从人我而执着所产生的法我，叫法我执，法我执。这个法我执呢，是说是人我执所起的，以人我执而起的，说的法我执。这个法我执啊，现在大乘起信论，它的论义是依着人我执而产生空谬的执着，因为佛法说的是空，空里头含着有，知空是错误的，知有也是错误的。怎么样才是不错误呢？空不空，空不空那个有不是实有，是妙有。说真空不是断灭空，如果把这真空当成断灭空，这就是执着了。真空不空是妙有的意思，这叫不知真空，不知空，不知这个不知空是才有显出来的真空。知空执着空的时候，真空不得显现的。换句话说，你在这个真空上不能领会妙有，真空不空这个意思不懂，那就是执着，寡执着空。那空里头不空，随顺妙有，妙有不是真有，是空义，这样的能融通，但是融通时候不颠倒。法呢知呢，知空为空，知有为有，不能够空中显有，有中显空，不知空即是有，有即是空。说这叫颠倒，颠倒。经上是说，经常说
诸佛的功德，那是佛所说的法啊。也说这是妙有，妙有不是实有，妙有的非有不是实有，就是空的意思。这个空是真空。如果佛说的妙有把它支撑为实有，这叫法执，法执违背了佛所教导的。那执着不舍的也说，单知妙有会不到真空，光知道妙有会不到真空，或者光执着真空，而不能从空中显出妙有，那就叫法我执。所以在这个空和有这两种的圣教的教义，教义要能够融通，能到融空，才能断这个法执。说有人我执的执着，有人我执的执着，你不但不能成不了佛呀，你连三界了生死都了不了。如果在外道呢，他就谤法的重罪，谤了法那堕地狱。有法我执，这是高的了，这进一步了。那法我执他不但不堕地狱啊，他还了生死了呢。声闻缘觉他有法我执，但是他了生死了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能分别善法和恶法。说在这个经论里头，那个四阿含经里头讲的非常之多，非常之多。我们在这是料讲了，大概这么分着，总的说一说。说有人我的见者，知就是见，我人的见者就是看问题的看法，看问题的方法。比如说我们现在每一件事物看问题的看法都不一样的，都不一样的。每位道友之间同是一个问题，那看法不一样。对，那在这个地方我们把他这个问题我借这个就解答一下，就是这是看法问题，就是见，这就是见，见就是看法，咱们说通通说的看法。禅宗得法是什么意思？是问题了。某个法师得了云门了，云门法；说得了临济了，临济法；得了潮动了，潮动法。说这个法把成代表是讲的法的法，不是这么回事儿。你这个观点这样认识就是错误的。那我们分别执着呢？执着这个在法上起执着，这是派系，知道吗？为什么叫派系呢？说我这个庙，我是进临济法的，就那临济宗的参的规律，临济主是怎么立的，我就照着怎么做了。这样意思。说现在接法卷，你要想这个庙接住持，到那个当住持，这是法卷，这不是佛法，这不是佛的意思，佛没有这个派，印度没有，
中国说我这个庙是我的庙的规矩，你得接了我的法才能到我这个庙当住持。你问的这个问题啊，你就这样懂得吧。有的老和尚他5个法门都接了，云门法眼超动他都接了，维养他都接了，像我们虚云老和尚5个派都接。说你要做哪个派去，那我给你个法卷，啊，给你写一个。去年早些时候，不是妙坚和尚做这个广济茅棚的方丈吗？那么他的法师傅，他是法师傅传的，他是临济的。我是估计是这样的，是不是啊？这样的。因为他的法卷很多的，这个法卷呢，只是他一代一代的到我们中国来，成了宗派了。禅宗分5大宗嘛，超动、云门、法眼呢，各个不同宗派。这个不是那个佛所教授的教法啊。内膜外膜在表面上有什么差别？内膜是你心里的烦恼，外膜若是你正在这用功呢，见着鬼了，鬼来干扰你了，出什么魔障了，这是外头现象，这叫外膜。如何问我啊？这是问我看的律宗、教、律、密、禅、戒，这个关系其中复杂了。你问我他们中的关系，你脑子想的很多哎，顶好别想这么多吧，太复杂了，你就当法师也用不上，对，用不上的。你不能够5个宗派你都具足，不可能。律着重律己，不要拿戒律去看别人。你先你自己对照，律是规律嘛，规律是法则嘛，依着这个规律，依着这个法则，你去做去吧。但是可不要产生哪知啊！我说你。拿你这个问号，我来解释我知的，是我知的，各个宗派那是我知，我知。禅净律密，看你跟哪个宗有缘。你要让我说其中的关系，恐怕我不是1个月、2个月给你讲得清楚的。这5大宗派讲得清楚吗？题目太广了，反正是律宗绝不是密宗。教跟律宗吗？教跟律还相结合的，教也是律，律也是教。教是一个或者4教、5教，或者唯识法相，或者宗观。说你依着哪一门，或者依着4教要学4教义，依着5教学5教义，要是唯识学30唯识颂，这你都要必须得背的。这是依着教的。密宗不是这样，密宗但有密宗的教，有金刚乘密。禅呢，一切都放下，向上一招。净念阿弥陀佛，简单是这样的。我解答时候念佛的时候念地藏菩萨可以往生极乐世界，这是你这大寂十轮经，你看过没有？大寂十轮经，地藏王菩萨发的愿，所以信仰他，乃至于
学习他的人。你要想升净佛国度，随便你升哪个国度，地藏王菩萨都送你去。等你读完了大乘大寂十轮经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了。说你念普贤行愿品，普贤行愿品告诉你说，就念普贤行愿品，普贤王菩萨送你到极乐世界去。你问问是可以，但是对你来说呢，你还是念阿弥陀佛，还是念往生咒，那念大悲咒也可以往生极乐世界去。你这有个问号。耨益大师讲，得生与否，全由信愿之有无。当你发愿生极乐世界，你所念的一切大乘经都是助缘，这叫助缘，都可以生。一句阿弥陀佛也没念，你就念成大乘妙法莲华经，回向极乐世界，绝对能生。我念大梵广佛华严经，没念阿弥陀佛，但是我求生极乐世界，你以大梵广佛华严经持诵的功德，能生极乐世界。诸佛都如是说。如果是念地藏王菩萨，未必心存求极乐世界，那去不了。你念地藏经的时候，你没想生极乐世界，那你就下地狱跟地藏王菩萨度众生去了。你下地狱不是受苦啊，你念地藏经，你下地狱是跟地藏王菩萨去度众生去了，或者到地藏菩萨他那个世界南方世界。地藏菩萨是南方世界来的，不是娑婆世界的。对了，你这个问号我就这样答复你了啊！你要有什么还什么没明白的吗？你就把我执放下。咱现在就讲呢，不要哪见太多了，是哪见作祟，哪见给你捣乱。老法师说，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。可是弟子每次妄念庄生，妄念后想老半天才发觉，那觉迟了。虽然觉迟了，你还觉呀，还知道自己念头不对了，收起来吧。觉迟了也没关系，但是就怕不觉，一直做糊涂下去，那就麻烦了，跟着你那妄念跑。跟着妄念跑，他又不止寡念了，念要发生现行了。所有妄念都在觉知升起那一刹那得以中断。眼镜的体相，眼镜的底体相违，可能是一刹那之间而已了。别的妄想随大升起，可以把一刹那掩喻下去。那妄念生灭不已，那就随着妄念转了，生灭不已就发现行了，不是光是妄念而止，不是念念就完事了，念念它发现行要去做去了。这个问题呢，而你自己就用这个功力。现在我们讲我执，这全属于我执一部分，不是我执全面这是我这一部分。那你修行要专念无我。这个谈几个念阿弥陀佛生极乐世界的，有能念的我，有个所念的阿弥陀佛，有能有所，不错了，这是加佛力加持。你要能念到我即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就是我，能所双亡，那你升极乐世界去。但是口里可是念着阿弥陀佛念着阿弥陀佛就念我自己。咱们前来讲了，实觉跟本觉，认识自己的本觉字，没有能觉所觉了。
那就高了，那圣极乐是上面上升。我听见同学感叹，可惜我们是凡夫，这六根门头放光动地，放的是什么光？什么颜色也看不见。你关照一下就看见了，什么颜色呀？如果你关照清净颜色，清净颜色无色相可得。光是智慧，光是智慧。你能放出光来，能放出智慧来，不容易了。六个门头放光动地，是指着佛菩萨啊，那个菩萨都是等觉的，地上的菩萨。还要看颜色吗？颜色是我执的执着想。在这个问题上很疑惑啊。听老法师说，能听见的响声，不能听见的不说话的时候是静，一切事中都明了，不就是那么吗？是哪么呀？对，不要想太多了啊，想太多了复杂了。对，你能关照你的无念，这是指无念说的。有念全是妄，无念才是真。只有念全是妄，我念阿弥陀佛也是妄啊，不是真呢。如果口里念的是真的，念火就把嘴巴子烧了，不是这样的吗？念是心念呐，不是口念呐。念就是念观想，就是起心动念，看你这个念头是属于我执吗？属于法执吗？念不生处是什么？对，参去吧，思维去修去吧。一生出来，不是我就是法，不是我见就是法见。现在我们还继续讲这个我见。问修多罗，修多罗里面所说的如来的法身毕竟寂寞，犹如虚空。这解释了啊，说产生这个我执的人我执之见，虚妄执着。听到大乘契经里面说，契理的契机的这个经面，这就叫修多罗啊。修多罗里面这样说，如来法身毕竟寂寞，犹如虚空。这个空啊，这个空啊，不是如来的法身。犹如虚空是比喻，比喻这个寂寞能是如来的法身吗？用这个寂寞来显，释迦牟尼佛就犯能人寂寞嘛。能人寂寞是没有言说的，这是理，这是如。拿虚空来做比方，来做比喻，说真空的离体，真空的离体，不是那个你所认为那个巨末的虚空。因为佛说契经是这样说，是对着执着说的。执着佛的报身、化身、30相、80种好、无量相好、千丈卢舍那，这都是报化身说的。这不是实有的，是对着哪一类众生说哪类法，是对机说的。
因为这样的说，众生知佛的，这是佛的妙有的，报化身为实有，所以才说法身毕竟寂寞，不是实有的。那么一切这些报化的色身这个相呢，那像虚空一样的，说这是那个真空所具足的妙有，真空即变为妙有，真空即是妙有，真空含着妙有，真空不是妙有，妙有不离真空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妙有不是实有的，从真而显现的。因为真空不空，佛是破那个执着实有的众生，我知我见，或者断灭见。那么一切法都是虚空一样的，是断灭见，一切法都是实有的，因果不实的，常识入世的，这常见的众生。佛破除了断常二见的，破除执着断空那个，而说的妙有，说诸佛的功德法相。因为这一类众生，他不知道佛说破执着的都是虚空，就是如来性，这就是佛的体，错了。因为他不知道这是佛契经里面说是破众生的执着，所以说虚空，虚空不是如来性。举例子说，别执着了。云何对治呢？所以这一类众生，什么叫他对治法呢？对治法嘛，就是虚空的相是妄法，虚妄之法，体是没有的，体是不实的。众生产生邪知，邪知吗？对治正见的，邪知吗？是邪见，所以用正见来对治邪见的，就是邪见。就是遍己知所知的虚空，虚空是不实之法的。但是一些众生的，他认为的虚空，这是感情上的，情上是有的，理上是没有的，理上是没的。那遍己知就是执着了，把一个虚妄不实的，世界上是有的，在真理上是没有的，体无，体都是实的，没有个虚空样的，不是虚空的。说法性的离体啊，不是虚空相，虚空只是显示，拿它做例子，拿它做比方的。因为我们所说的虚空是断灭的，这个空没有实体的，断灭的，不实的，不是真实法。邪知呢，因为虚空就是法身了，说这叫邪知。正见呢，说虚空不是的，虚空是一个形象，形容词。佛还有一个真空不空的。以对色故有，是可见相，令心生灭。一切色法本来是心嘛，实无外色，要无外色者，则无虚空之相。这解释了，在世间一般人的以常情嫉妒，
空是对着色的，那空也是色呀，是这样来理解，是吧？对色的空是在情理上讲，在情上讲是可见的啊，有个虚空相，空是什么？虚空相嘛，对着实有来说的嘛。但是可不是真如那个真空，真空你见不到的。这个空法、色法相对的法是众生的心，众生有生灭心嘛，就有个空和色。说色要升起来，有色就不空了，就不空了。没有色了，这就是空的。这里有两种，有一种是变异的，有是分段的。情有的是按分段说的。说佛的这报身，佛的化身，乃至众生的一切色身、色相，总的说都是一切色法。这色法是没有的，是真心所显现的一切妙有，妙有不是实有，所以不是实有者才说色即是空，并另外还不是心外头还有个实有的色相，没有的。不要去执着，不要把那个断灭空当成空相，当成真如。也不要执着那个妙有为实有，执着真空是断灭空，这叫骗己之情，众生骗己之情。这样子来嘛，是色外有心，心外有色，色心二法有常识存在的，这完全是错误的，这完全是错误的。说正知正见的，以智观，用你智慧来观察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。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就是要有智眼来观看呢。色就是心，心也就是色。而般若经上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就是这个道理。色呢，就是指着一切外边所有的六尘境界相嘛，说一切境界。唯心妄起故有，要离心，要心离开妄动了，一切境界相就没有了。唯一真心，无所不骗。说一切境界相，包括色空，有境界相嘛？色是有的，空是断灭的，就是一切境界相，都是你那个妄心起的分别啊，唯心妄起故有啊。要心离了妄动了，这个色空等相都没有了，都是你实情妄起，这个骗己之，把这一切相回归于真心，唯一真心，无所不骗。这就是如来广大性自究竟之意，非入虚空相，不是像你说虚空相。法身是真空，不是虚空的妄法。这个都是说的法身，如来法身是说他的究竟的性体，究竟的真空，
不是那个不究竟的那个断灭空，不是那个妄空，不是四空，是理空。第一种。二者修德罗说，世间法毕竟体空，乃至涅槃真如之法亦毕竟空，从本以来自空，离一切相。这是法执来，执着那个法体呀，法体唯是真空之相，是空的，是没有的，而知因了。修德罗这样说，世间法毕竟体空，世间法的体是空的，乃至于涅槃真如之法也毕竟空，从本以来就至空的离相。只断空为真空，而错误就把断空只为真空，又把真空又颠倒过来，只为断灭空。怎么产生执着呢？听到经上这样说，佛说世间熟地法的时候，说一切的事相入梦入幻都不是实有的，乃至于说诸佛所说的圣妙境界，化报二身所现的圣妙的境界，它的体也毕竟是空的，即是真空。甚至说出世间的涅槃真如的法界，也不要在文字语言去执着，要回归的真相。从本以来，法法入世，一切真谛跟俗谛两种相，真谛跟俗谛两种相。如果没有骗己知为实有的，但是这个不是实有的。契经是这样说这些相是有呢是妙有的，说佛的报身佛的化身是有，这个有是乘真而起的，是妙有。妙有非有，那就回归于真空，真空不空，而建立一些性功德。那么说有呢是破空的，说空呢是破有的。佛所说的法，契经里面所说的法，是为了破与众生的执着，所以才这样说真如涅槃它的体性是空的，但是众生就把它执着为断灭空的。若我们拿手指头指月，印指为月是错误的，要印月，不要印指。佛说的契经就入指，有手指的指，只是你那个真如涅槃真正的月亮，你把指当成月亮了，错误的。要把性也当成断灭空，颠倒执着。所以佛才说真如涅槃的法相以毕竟空，是破执着的。众生嘛不解佛破执着的意思，那佛在那破执着，就显这个真如的法性，真如的性体，涅槃的性体，不是断灭空的。众生把它真如的相、涅槃的相，也是跟断灭空画成等号了，那性体就永远不会显了。
在我们众生边，我们的佛像是无明障碍了，是隐了，不是断了。在诸佛的涅槃像、神柔像是显了、显现的了，修得的。这两个完全不同的。要是对着这种的思想，怎么说呢？这个经文上、论文上告诉我们了，云何对治呢？说真如的法体自性自体不空的，具着无量性功德故，不是你所说那个相性的断灭空。所以在七经里面说，修多罗说，如来之障也不增也不减，不是在诸佛就增了，在众生就减少了，没有的。就是把那个颠倒的实有转为妙有，把那个断空转变为真空。所以这样子在如来藏里头永远入世。如来的自体就是真如的法性的性体，具备一切功德之法。对这种道理不明白，因为如来藏即为如来之藏有色心法智性的差别，就是把佛所经上所说的拿来作为执着的一个本。所以如来说法对着实有的破实有说真空，知断空的破断空说妙有，就是执着断灭空的给他说诸佛的功德性功德不灭的是妙有的，妙有是破空之，体备一切妙有的功德。听法者呢没有明白佛的这种意，他因为如来之藏，如来藏性也有色法，也有心法，也有自性的差别，跟着五蕴的色身呐画了等号了。那怎么样对治这种不解呢？以为也真如意故说的，因生灭演绎示现的。对这意思说呢，如来之藏没有色法心法的，那是对着生灭的演绎示现所有差别相。因为在真如的本体无增无减。那么说一切功德，一切功德就是真如，全相就是体，就是性，性没增没减，也没有差别。因为性无增减差别嘛，相也没有增减差别了。没差别要说差别，就是真空要说妙有的意思了。因为把那个生灭的眼的意思，就是真如，咱们前来讲了很多了，大乘起源就是讲这个真如随了无明了，而在生出三系来，忘识忘知，这是颠倒，颠倒你就不自在了，不自在。所以不自在了，越远越出，就永远的差别眼物之相。翻过来呢，就是反眼成净了，就变成大智慧光明自在了。因为眼法有差别，净法随着眼法的缘也有差别。说这个智慧光明的德相啊，自在意啊，随着眼而说净，眼有差别，净有差别。实际上真如是没差别的，什么差别都没有。
这是第三种。第四种，为修德罗说，一切世间生死缘法，皆以如来藏而有。一切法，一切诸法不离真如。标啊，这标题是吧？啊，经上所说的一切世间的生死缘法，也是依着真如随缘的而幻有的。不解着这个随缘意，因为如来藏中也含藏有这些缘法。这就错了。如来藏没有缘法，因为他不明白、不解如来藏自体，如来藏的自体具足一切世间生死等法，就是如来藏随缘了。那要是不这样解释，那就是佛性也还具足有呢了。佛性没有呢。在佛所说些经论所说的圣教量吧，佛所教导我们的话，性具善，没有说性具呢的，只是说有是幻有。所以阐提信不具啊，阐提犯信不具，就是不信佛法，他也能转幻呢而修成佛，转幻化的呢而成佛。要言佛性也具呢，这是错误的谬解。那这样说，佛已随呢性而在做众生了，成了佛之后还要多为众生了。这是呢知者所具备的啊。那么起信论呢，从始至终都是发明什么呢？就一心三大，一心一个真如心，体相用的三大，没有说众生中具呢，没有这样说。众生中具呢都能断，没有说众生具呢不断，我没有这样说过。如果众生具呢不断的话，没有一个众生能成佛了，没有一个众生能了生死了。然后对着这种的说法，就解释如来藏从本以来啊，只有过恒河沙等诸净功德，如来藏不具一切世间生死之法，不具呢。如来藏过恒河沙的诸净功德，这种功德不离如来藏，不离已不断。为什么呢？真如法入世故。因为如来藏跟真如，如来藏即是真如了，不异于真如的义。过恒沙等那些烦恼的言法，那是妄有的，真如性没有的。说这些言法从来也没有跟如来藏相适应的，是不相应法。假使要是如来藏体有妄法，那没有能证者了。那证者的呢，他永远就把妄都洗了。假使有真如法实在是有妄法，那证真如的人能永远洗妄吗？不可能了。
不能永远希望了。要希望的话，无有是处，不可能的意思。如来藏实实在在的没有妄法。如来藏有妄法，又怎能证得真如呢？那众生又怎能成佛呢？只是虚妄而已了。说一些妄法是容许的，是虚妄的。那法在化，那没有人能证得了，也没有人能成佛的了，是反驳的意思啊。如来藏没有妄法。吾者闻修多罗说，以如来藏故有生死，以来藏故得涅盘。这五种啊，都是解释人得知的啊。前四种是要凡夫说的，凡夫听到经啊，有这些个执着，也一反一正啊。第五呢，修多罗，以如来藏故有生死，以如来藏故得涅盘。这是外道说法啊，外道说法，这是外道的人得知。前四种是不定句的凡夫的人我知，凡夫的人我知，它转变要快一点。邪定句外道的人我知，它是很难得转，很难得转。他怎么执着？他说如来藏故，以如来藏故有生死，以来藏故得涅盘。就是25种名辟万道。他执着有个神我，从明性，它叫明性啊，生出觉心。外道说的啊，他新生的五种为偶，在五尘境界上生出五大来，地水火风空。五大又生出11根来，眼耳鼻舌身五知根，手足口大小便五作业根，心平等过做一根。外道的说法啊，外道说以这个为生死的。因归明替，他那个替里叫明替，幽冥的冥啊，以这个明替嘛，叫做涅槃。以这明替而有生死，以这不思明替而得涅槃。如是循环不已，生死涅槃都是无始中无始无终。闻佛说的如来藏有生死涅槃，他把这个如来藏的有生死涅槃之为明替。明明是幽冥那个明，明明就是不可思议的，这个幽冥不可思议的替理，外道说法。生死涅槃的无始无终。他不解众生无始，为众生有始，因为见始过，复为如来说得涅槃也有终尽，因为有始必有终嘛。终完了还作众生，要众生助佛，助佛众生，众生助，循环不已啊。说生死即涅槃，涅槃即生死，反成了生死涅槃都有始终。所以说这是外道的执着，这五种都属于人我执。对着这第五种，对着外道的说如来藏没有前际，没有后际，无名之相，无有始。说三界外更有众生十七者，是外道经上说的，不是佛教的说的，就跟前头所说那个
说众生的无明的铁，依着真如是无始的，能依的无明也无始的。欲界、三界、无三界之外，还有个众生十七者有吗？三界是众生的依报，三界外更有众生十七者，那众生才有始啊。三界外没有众生。在印度有圣论师，圣论师那个经叫《大有经》，他就这样说的，就是破外道。又如来藏无有后继，诸佛所得的涅槃与之相应，再无后继。因为法体没有宗，说涅槃嘛也无有尽，说如来藏是通因果的，通因果的，无前继也无后继，何止说无始终？涅槃也通因果的，诸佛所得的是要果说的，果上说的，与这个涅槃所涅槃相应，如来藏相合，果已无始终。但是不说没有前继，要果是有始的，有因的了。言法呢没有始，什么时候无明，什么时候起的？无明无始，它有宗啊，无明尽了，成佛了。清净的真如法，无始终，无内外，无大小，无长短，无方圆，说是无始终的。到此人我知论义是结束了。这就上头产生人我知，破人我知，这段论文就是论的这个。以下呢解法我知，法我见者，法我见者依着什么人说的？依着二乘位顿根说的。如来单唯说人无我，他起执的原因，什么缘促成他起执着？闻佛说人无我，依着圣教量来解释人无我。他不知佛为闻法的顿根众生，但能解得人空，故单说人无我。佛没说法无我，佛没说。因为如果立根的二乘人，他闻法闻的多闻，他一闻到人无我，他就知道法也无我。又者说呢，这个人得知通人通我，这是说人的立根人说，他要在我执上能通能所，五蕴是法，执着五蕴的人身为我，那我就是能知。就说五蕴法中身中有我，那我又变成了所知。要单知五蕴法为实有的，那就叫法知。单知单单的执着五蕴的法为实有的，那就
单知五蕴法为实有，就有法执。而我跟所知道的熟体的体理，那么寡知道熟体的事，把事跟理分开。熟体的是事，真体的是理，真体熟体两个不能融通，是吧？不能知道真即是熟，熟即是真，把两个隔别开，各是各，不是事以理起，理能成事，事能显理。这劣根的动根的二乘人，他不能这样的起观成形正德，不能这样做。真谛跟熟谛不能融合，不能融通，不能转化，说叫法我执。因为以说不究竟，对劣迹的人没说法空，就叫说不究竟。那么听者呢，闻者呢，就听到的，他知道五蕴法中无我，五蕴法，色受想行识五蕴法。五蕴法是生灭的法，这个生灭法呀还是实有的，所以它不为生死，妄求涅槃。要了了生死了，得了涅槃了，就叫小成小果。说在凡夫地，我们现在都是凡夫地，最初开始闻法修道的，知道生死可怖，要想求不生死，求解脱，这是正当的，这是对的了啊！说不生死，对生活不恐怖，也不求涅槃，那就是执着了。这就是对着凡夫说的，我是深重的人。所以对这儿说，如来说人无能破凡夫的颠倒，凡夫颠倒破了，二乘的颠倒又起来了。二乘人呢，不生死取涅槃，二乘不为生死，取涅槃就不生死，涅槃就是不生不灭不生死。因为这一类的二乘人，小根的，这是指钝根的二乘人说，他不知道生死本来是生灭法，没有的，是空的。涅槃即是真如，真如法是本具有的，本具有的，虽然是被无明遮住了，它本具有的。要能知道生死本空，生死之法本来是空的，这就是真空。涅槃本来具有的，这是妙有。要能理解到空有不二，空即是有，有即是空，这就回归中道了。回归中道了，就不受法执了，不为法执。但是二乘人所执着的法我执，他能对着凡夫的人我执，转佛佛嘛，也能证得圣果。但是法我执必须要融通，也许破了法我执才能向前进，向前进。那怎么样对这
法我执呢？云何对治呢？以五蕴法自性不生，载无有灭，本来涅槃故。要想对治法治，依据这个大乘的全教的菩萨，用这个实教来对治。学全教的人能知道苦，羡慕寂灭。佛才说生死苦，涅槃乐。生死是苦，涅槃是乐的。因为众生他见着色受想行识啊，生死可怖畏啊，涅槃可求，这样来修观行，观知道生死涅槃是二边，生死一边，涅槃是一边。这二边呢都是空的，等同空花，等同空义。这样子来知道观二边显中道，这是中道义。观五蕴一切诸相是妄的，是妄的。观性，观性体原来是真的，真跟妄，真跟妄。那个妄者空花，不是实有的，那个妄不是实有的，就是真空的。空中要有花，那可生可灭，那就不叫空了。因为五蕴是幻有的，幻有的没生灭，没生灭本来就是涅槃。咱们今天所讲的啊，都要去思维，思维就是关照，关照，关照用你的思维修观。咱不要在那个人我知法我知之找，观想你日常生活当中，你对问题的看法。如果大众都说是个对的，你感觉跟你的意见不合，你认为这个是不对的，因为大众都说这个问题不对的，那你认为又是对的。那在这个问题上，我们是不是就服从大众的意见呢？那我也是大众说对的，我也跟着啊，那就是对的吧？大家都说对的，我也对的。大家都说不对的，我也认为不对的。但是你思想不是这样的，那你怎么抉择呢？咱们也不说人我知，也不说法我知。你修观的时候，说你对一个事物的看法，大家对这件事儿，人家都说这样的，那你看着不是这样的。举例说吧，举事说吧，大家都说这个人是好人，但是你确实知道这个人呐，心里头存在有一种是绝对不好的，那你怎么办呢？咱们这10个人，9个人说这人不好，那哪个人唱反调？你说这人是好人，那这9个人把你也当成坏人，不是这样的吗？说在这些个事实上面前，你应当如何？然后就是咱们现在处这个末法时代，咱们的生活当中就是这些事儿。在这儿，你说不对的，人家都这么做嘛。你要唱反调，那你这个坏蛋，大家可以把你逼出，就是传戒。我们跟着东一大师说的，弘一法师说的，他们的观点，我们就持着这种观点，说现在的南阳菩提，从明朝那时候，耨一大师说的，找不着5个清净比丘，所以他没法得戒，他才来大藏经找山德业波经。
跟地藏菩萨受戒。那大家都说他的不对，现在也入世啊，建立道场、传戒说法都入世，怎么办？尔行尔说，我行我志啊，没办法。本来是以圣教量为标准，圣教量就是以佛说的为标准。那现在他不听佛的了，他要立个标准，那你有什么办法呢？那你也不能随缘，这个事儿随不得缘，随缘就堕落了。不随缘你怎么办呢？你要自己独修，因为咱们这时候叫末法。想讲大乘起心论，不是用这个论去看别人，千万不要这样做。用这个论来论自己。我以前没学的时候怎么样想法，我对看一部大乘经我怎么样认识的，我怎么样理解的，现在学了论了，经过这个辩论，我又怎么认识的？我这认识可能不大上合适，人家大家反对，那他反对他的，那你行你的，不过因为人反对，你的正确的就随人家反对掉了。另外你的不正确的人家反对，那你就改吧，改就放下吧。主要的是以圣教量为主，圣教量是以佛说的为主。现在把佛说的话当成执着的本钱。刚才我们这里辩论的时候都是把佛说的话呀，他没有理解佛说的话，他踩半边就走了，就执着了。说学法要善学，善学就学得好，又会学，会学呢多用脑子。耳朵是不可靠的呀，耳朵是听来的，那听来不可靠的，用你的思索关照，这是我们初步的。真正的要起真如智，要智照，这个妄想分别的不见得可靠，因为现在我们不明白，还没有证得，只能依着圣教量所说的来对照。今天就讲这里。